看到这边的一个进行图，进行图其实我们刚刚也聊到，今天的比赛呢，其实都是一个 BO3的赛程，所以打到今天呢，一定要小心再小心。是的，是的，容错率没有容错率。对你一旦要出现失误，可能就是一波直接被带走了。是的，啊。而且 BO3赛制的话，因为它给到你的那个调整时间是特别少的。没错。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赛程，第一场是 Zeta 对战 TE， 第二场是 FPS 朱雀对战成都狼队。没错，看一下第三场是 RC 对战 B4U， 第四场是 Arxis 对战 ACT。其实 TE 我们刚刚看到一个赛前的数据，监管者这边能够占到70%的得分占比。没错，而且本来就有地图优势。对，就是携带的技能稍微防一下就好了。就你这张地图都选出来了，我不拿，我觉得都有点不太合适，是吧？对对对，不拿就陷入了面的选择。对。在我们看天赋，看监护者到底带的是不是个兴奋，然后化险为夷到底有携带几个？这个阵容里边可能会携带是3个，对吧？你幻灯师、木偶师再加上个大副，3个化险为夷，那你硬拖时间。如果按照之前来说的话，其实好，进入比赛画面。看监护者上来会选择先去追谁？我们看的带的闪现啊，那可能是去赶那个木偶师，然后最后去找那个幻灯师。对，先赶一赶，这边也不管了，反正就算你过来追我的话，我大不了直接面对面，对吧？进行一个牵制博弈。对，你看幻灯师现在开始躲了，因为他这个悬点封的甲门电机，幻灯师就只能修这台，太危险了。对，所以他得过来找他。哎，难道秀开出来了？有感觉到，大概是知道的。那这边感觉。我直接犯了一个道具，那这样的话让你晚一点起龙，那就等结束吧。不过这里的话其实还是能够稍微再去绕一下的。想偷袭一下，并且想躲一下这个围笼。这个板抓太漂亮，这波抓到他 timing 了。但有个车来了，这个车一来，其实就挡住了他，没有办法直接把这围笼拆掉。但这个笼子废了，这个笼子就没办法过得去。这边没招，那就先吃一刀了。是，手上现在闪现也好了，看这闪现能不能交出，完成击倒。再放一个幻灯片。直接拉出去了，再补上一个围笼，还是拉出去了。这就是幻灯师啊！因为他犯了这个道具之后，你不太好去把握这个起龙的时机。是的，现在的话其实愿力有点跟不上，现在还是得先等一下愿力。那这把幻灯师其实这个作用就打出来了呀。再补上闪现，直接交闪，闪现也吃出来了，而且愿力上面也是逼得比较干净，4个马姬也牵制的差不多了。这个牵制可以说是完美。这个角色他玩好了，他真的像一只猫一样，他太灵活了，主要是抓不到他。是，主要是你要等他道具结束的话，佩佩可能会觉得有点拖时间，那我就直接果断起。加上这把其实幻灯师他带的是一个7套反射，所以外面2个圈并没有被闷掉。这里开始打拦截，而且是有回光返照的。那 B4变身进行卡位，能卡过半吗？感觉不太行，只要不被吸过去，还是比较难。对，不被吸过去的话，抓不了。木偶师其实容错还是比较高的。对，是的，甚至还等同于无伤啊，无伤救的人，因为他只是摧毁了这个1/4的状态啊。这边也是直接不牵制了，直接倒转了，挂久一点。对，是。弓箭手并没有选择过来，但是我们看到求生者的最后一台的密码机是在那个 S 版的方向啊，没错，可以稍微干扰。是2个救人位那边，是的，去一起破译一下，然后再让大副过来，而且多摊一点点。是的，而且起的稍微有点慢，所以这把密码机的话，最后还得稍微扛一扛，打团。对，看弓箭手，对，是目前是不太够的。因为这个密码机的话，其实等到大副把这个圈开出来，其实弓箭手那台是能起的，因为他们少的那台其实是 S 版的嘛。是的。给不到压力啊！你在 S 版这边就算是站着木偶师，连理都不会理你啊！不敢过来，对你过来了，其实没什么用，他直接原地变身，我接着硬碰修机就是。现在愿力已经满了，抽一刀没能抽到，大副其实可以过来帮忙扛一下。然后直接去修。那这样的话可以倒到角落，然后让卡斯奈克帮忙 OB 一下。是的，弓箭手这会儿得过来上班了，就看弓箭手了。其实密码机差的真的不是很多，3台都是大遗产。这有点难办啊，直接接了起来。一般能拖的，因为离椅子太远了。是的。先补一发，这个空了，但是稍微出现了一点小失误。是的，这个失误就有点大了。主要这个地方，因为它技能上面是已经切过传送了，然后密码就差不多，就感觉是能保下来到一个4人开门战的。是的，他只要能打下来，密码机就压好了。那现在就想要打过弓箭手，这轮先躲了一刀，这个笼子也能废，但是想走低调的话还是有点远。后补，现在身上还有个锣鼓弓，但是锣鼓弓现在就了一个 CD， 好一个木牙盖板，漂亮的博弈。
对，另外一边门现在也已经开了，手上现在是个传送，人现在想走有点难。对他主要是就是拖队友的那个点门的时间。对，主要是你其实地窖的位置是在墓地的外面，所以还是离得比较远的。你可能在中场或者甲门会稍微有一点点机会。对的，这波打到是个震慑，也是完成一个平局，本体就直接拉开很远的。对我开局直接放娃跑就行了，然后你要抓娃肯定得起笼子。那你要是抓这本体，这娃在外边就修得可开心了。是的，是的，是的，反正只要尽量的去远离这个娃娃。对。还是得看一下吧，因为队内的话，我觉得还是有不同的机械师的，就风格不太一样。像 T 他们是比较喜欢我把这个儿子放在外面，有的就比较喜欢我拿着去扛刀的话，可能有点难。看一下这把机械师是选在了 S 版，不过其实离跛脚的位置还蛮近的。他这个悬念就直接跟他爆了。我把娃放了，你来吧，就走了，给你了，本体直接给你了。我好像看过不少次机械师选择这个点位。是。等一下我们。好的，去找机械师。机械师开局也是直接往脸上走，直接倒墓地。对，这个点就是直接倒。直接放了机械玩偶在外面，然后往墓地里面去冲。那就先送一个平地刀，然后尽量最后吃定2个笼子就可以了，别被吸回来就好了。对，注意别被吸回来。但这样的话其实会前期击倒比较快，就是看 OP 位了。其实这个阵容最关键的就是看一下能不能跟弓箭手来一波配合。弓箭手主要就是起到一个拖时间的一个作用。然后让他娃在外面修，这样电就会很快。尽量吃那2个笼子倒地，而且能不能倒在自己的娃旁边去打的一个体系。没错，感觉这边能，但这里应该是差不多了，是因为板子已经被清过，你没有什么牵制空间。是的，那还是稍微有点亏，没逼到一个笼子。这样的话，这波挂上之后是有愿力去打拦截的。挂在墓地中心，还是说是想要挂地下室？这里的话，墓地其实有个地下室。想挂地下室。那这个大副这波救人压力很大啊。外边一旦要打一刀，你的失乐园可能就消失了。是的，不过还好逃离那边来的比较早，并没有说摊密码机。这边被通缉了，但是先摇怀表，能预判到吗？反正就等你拆龙，拆龙的话同样能直接木压打你。是的，不好救。这里的话其实位置会拦得有点远。不好救，这就在预判，而且这个要到没摇到，没摇到，那只能直接出刀了。但是也是还是能下去能救，对，救。那就机械师直接倒出去，倒在那个巷子角落。让弓箭手看能不能过来 OP 一下，还是没能拆掉，拖了很多时间了。是的，但是那边其实逃离还是不能出来，不太能倒的不太远啊。而且 Peter 这边倒的这么近，其实还可以再逼一下这个怀表吧。弓箭手过来了，逼，给了个双倒，打到这个大副。对他。那你现在墓地这边有3个人，外面只有1个人在破译，你这弓箭手你也打不到啊。先挂大副了，对。然后他手上带的还是个兴奋。到时候这弓箭手不是很好 OP 啊。是的，前期一直没能把这个技能吃出来。没错。这一波吧，我觉得先拖吧，先别着急救了。弓箭手一个人在这边先拖吧。但是那边其实大副的淘汰进度条虽然说是比较久，这稍微有点大。对他想起个笼子签，然后对，但是他把人放在外边了。对，神在这边一直在爬。是。那没办法的，那先下去卡半救大副。他现在其实也只能说先去救大副了，没有别的选择，因为大副那边马上就要过半了，但是机械师在楼上又是上了个2挂，直接在地下室摸吗？那这样的话可能得去跑外面调人过来了。弓箭手吃一刀上去救吧，然后大副你要再起笼子的话，大副得摇怀表。这刀还是打到弓箭手，弓箭手没见，但是现在2个人都不好救了呀。这边梦露是已经过来救人了。哦，已经有人被偷了。给到化险为夷。现在机械师进行板区博弈，能拖点时间拖一点时间，让外边把装的补好。机械师那边到底能再拖多久，然后吃多少愿力？因为其实刚刚他们在几波救人那这个笼子掉了，这个笼子掉了。是。哎，撞到脸上。哎呦，他这波是预判他钻过去，然后自己走8字。是的，但是外面的话2个人就在脸上调状态。时间其实已经够了，他这围笼马上要掉，能。很准。再逼掉一个笼子，那这样的话你没法挂上之后立马起笼子出来抓。是的，那人再跑远一点，对，而且末世那边已经开始兴起了。这个甩弓的方法看得很灵活啊。是，我觉得这把求生者还是有机会去保平的，因为都有大心脏。等下放围笼，得兴起。3个人都是带了回光返照的。是，可能还是外面得多起一台。他不太想那边去找，他不太想去处理末世，因为处理太费劲了，他笼子不太多，他想赶紧秒的飞轮手后撤步，
错，再补一件，那这个笼子又掉了。我感觉猫猫这一把的话，确实是打得非常的秀。对，而且兜住了整个对局的底。后边还有回光返照，能再打个3人开门战。大夫在这里狗狗祟祟，随时准备救人。是。他现在就不能再倒这地下室，你再倒地下室，就可能会拖点时间了。有机会。哦，可惜差一点。那反正倒不到地下室就行。对。那这边的话，挂一波。得往中场挂。对，挂到椅子附近，挂到密码机附近去。是，然后再去压你点门的一个位置。没错，这样的话你所有人一个人压机，然后2个人在这边就没有人贴门嘛。这套怎么感觉有点想要失场的意思呢？这个技能不太能，旁边有技能不太，感觉没必要。我看到大夫在那运道具啊。是。那娃娃可能是不是贴门了？他娃已经贴门了，他就等着一会儿回光返照亮完之后，他就直接拿着这个遥控玩偶去贴门。是。那点门还是很快的。但是弓箭手只有1个龙弓，没有飞轮，不太好操作。回头杀大夫，我感觉想要去找不敢直接捡，先摇了这个后撤步，直接把怀表给骗了，然后再过来处理弓箭手。那弓箭手这个位置的话，就看这一剑能不能补到了之后，补是补到了。我感觉这里应该是击倒。对，只要没射晕的话，还是要知道。他王刚刚是没碰的，所以现在还是让木偶这边给到了门破译。对他的那个差一点，记得自己没能攻好。那貌似好像还是来得及，挂上门能开，对，但是有点极限，因为大夫来不及出去，木偶师弟帮忙扛，传送过来，那还是能走。围龙能放得出来吗？照回来了，这边没能照到大副，让木偶师还是能出去的。再补，再补，龙很多，再补，但还是能变身啊！过来了，遇到变身这一刀你击倒不了啊！直接是完成了一个平局。那双方在第一局握手言和。后边还是打得惊险，但你还得说，而且喧嚣的话，你可能得去考虑守移形，因为这个地图你其实多一个玩过山车的说法。不过其实 Peter 的话，数据上面来说，拿了喧嚣是100%的胜率。张狂肯定是有带，在这张地图底牌需要吗？还是说是直接带挽留，挽留加移形？喧嚣的话是选在了鬼屋桥。喧嚣天赋就是应该带的张狂加挽留，还有移形。张狂挽留的话就会下限比较高，但张狂底牌上限会比较高。反方向直接去鬼屋，并没有想要去终点站台去挑战其他的角色，直接找园丁。毛毛的话是已经卡在了2楼了，2楼直接翻，身位还是很近的。对，不过还好前期的话，因为是多个盾的容错嘛，所以你还是得多花点时间去处理一下。没扭掉。不过这波是暂时只上到了1个天下标记，现在是2个。那这个那往前的盾能掉了。差一点。还可以了这个砸头。刚刚刀是不是出慢了一点点？我感觉要是出得快，好像是能在那板口直接能拿到这个伤害了。那这样的话得等下一个技能。是。等着盾消呗，毕竟你已经叠了2个标记了。板头掩盖，终于是拿到地下。是，这里再叠，现在就差个干冰已经焰火了。这边有个双球的机会。是。哎呦，要完成击倒。猫猫其实这边他没有着急第一时间下板，就是看你会直接丢分身。但是 Peter 这边不急，我直接过板，然后回头给你来一刀。这波的话是通缉到了逃离啊。没错。这样的话他能够提前去鬼屋。不太好，有点麻烦了。这边的话，感觉很容易双倒啊。而且外面的话其实是没有选择换人过来救。是的。压力就太大了。现在要是被监控者直接粘住，他焰火区域呢？那这样的话就是压满了。对，他们应该是考虑压满了。这个淘汰进度条的话，感觉不太考虑卡半了吧？想让极限摊一波吗？但是人肯定要过了吧？哇，这个下来了，卡半了。不是，那这个我只能说是判断的太精准了。对，也太极限了。我感觉再有个0.几秒，这个人就过半了，有点太极限了。是真敢打呀！一旦这个人要是过半了，你这里再给他救下来，节奏就不一样了。监控者是能直接奔着4抓走了，那直接炸了，那是。对。这波还是有点风险。再卡个盾，然后下一波的话，变换再过来救一波。变换已经迎贴过来了，在那个地方躲着，想藏。监控者视角这边看到了一点，但是通缉到了。哎呦，谁救人通缉谁，很难受，有点倒霉了啊！这救人会很难受。是。
这在等标记，标记抢上球没上到，一个都没上到。找个 timing 交钩，这个三小打过来，空中飞人补一点距离，再上个粘土，焰火逼你去救人。救倒是能救，可以摊双倒，这波可以摊这里双倒。想摊，反正摊完之后，其实实园丁那边可能牵制上面还是稍微有点压力的，赶紧拉走吧，两个人倒远嘛，这个时候就比较想牵制了，两个人赶紧倒远。只能说还想去硬骗他一刀，然拖的时间后抓 timing 翻过去，双球没补到，有弹射这边是。他自己还有个秒盾呢，现在就等。是的，秒盾出来。现在的话就先等一个盾掉吧，掉完之后就差不多了。然后那边已经开始摸起来了，是，等待变换那边起身。哎，这里的话能翻回去。了，骗一刀是。哦，猫猫这个牵制的话，确实是补回来一些时间。已经没卡到，但这一波的话很赚啊，这一波牵制很赚，而且那边摸起来了，省了一手冰花的自愈，但是没办法摸满。两个人现在拉不开，他现在积就是累知道人在附近直接看到了，移过来找佣兵提前交互换，但是佣兵也不太能牵制得动的，只有一个护腕了。还是想把佣兵优先击倒，因为你佣兵一旦击倒，这边半场你变换是没有办法过来进行救援的。上到了2个惊吓标记，现在还差一个粘土舞台的。佣兵现在想赶紧拉走，然后让冰花回去修。那佣兵的话吃一刀就顶着自己小搏命往外拉。是。没能翻得回去，这里完成击倒，回头直接记得不想挂冰换啊！我要挂的话，你这个密码机抢的就很多了。是的，想逼佣兵自愈，我直接回去管冰换。而且刚刚他在追击佣兵的时候，其实他是看到了梦露的一个拉点方向。对，但是冰换的话，这边有钩子，然后有弹射，还能再牵制一会儿。他担心你鬼屋这边破译的太多，到时候万一啊气象这边也带的是一个化纤维，又给他带走了，那这个密码机就会他们能强行打一个3人开门战。是的，而且这一波气象已经修完了，可以去摸一下佣兵。只能让佣兵交自己，没有选择给他淋雨，那冰换那个气象直接新修了。哦，那这样的话就得保证梦露这边能牵制起来。那如果这样的话，你冰换要是没能撑住，现在倒地，佣兵要过来救吗？这好像摸道具了。了。他现在是一个护腕都没有，在摸道具了，看能不能摸到护腕或者说是怀表之类的。但这波其实梦露这边也牵制了挺久的。哎，这时候其实摸根针是最不好的，摸到护腕那还行。那可以。对，你要这时候摸根针，你过来救他，还是一样会打你双倒。再交过上车，往上车上了。那边密码机现在已经是破译到了7成。看一下，哎，他找不了终点站台啊！现在密码机是有机会能够的。是的。这波距离拉太开了，对，不舍得交这个技能了，现在，那就直接开了。然后你这个时候其实也没必要去再救了。是的，没能明白到，预判到走位其实有在防。哎，然后这个时候就直接开了，就不用救了。不用管，你没有带火反照，就直接开，而且佣兵点的起点，翻了过来。预判这一步牵制的时间很关键。是的，不过这里的话，其实你挂上之后是能够管到终点的，因为你知道刚刚神坠那边其实他是在终点附近的密码机提前画云，你要是移行过来之后，我就直接飞上台牵制，然后佣兵点澳门可以过来卡人的。现在就是双方心理博弈，你这个监管者要不要赌这个佣兵会过来进行救援？这两边上博弈，其实还有身位。皮特这边也是不管了，直接进行追击。上道直接走，这边有飞轮。让飞轮。看一下这个飞轮吗？那就飞轮没能交出来。但这样的话，其实佣兵还没来得及啊。那就不敢了，那就3抓了。是往回切，然后确定一下佣兵有没有过来。佣兵要是再过来的话，这局面就是个4抓，因为你气象短时间内他还是起不来的，而且你就算起来了，终点门你是点不开。是，我觉得，佣兵好像还有点想法，还是过来想尝试一下。毕竟已经跑到2站站台了。是因为他可以压满等那个气象的自愈。是。但是这波是有风险的，不太好搞，不太好。而且你不好走啊，这个地方离2个门都很远，终点门那边还没点过。还是走吧，我觉得走比较稳妥。这波佣兵其实是想把起点门点开了之后再过来给压力。那你地窖太远了。但是主要是神坠那边他可能不太能撑得住。对，没撑住。哦，求生者这边呢是不这里应该是已经看到了。求生者在帮忙盘地窖，已经知道了电气桥这边是个地窖。但是喧嚣啊，他不放你啊，不放你走桥啊，我能跳到你前面去啊！云现在起飞，我就直接跟了。是的，不过其实手上也还有个飞轮。风先吹一波，要疯了，甩不开啊！神位拉不开，要吃平地球啊！飞轮交了，飞轮，但这样的话绕，没办法。是完成击倒，那这样也是完成了波3抓，在第2局的上半场把这个比分给他拉开了一些。3比1，现在领先了2个小积分。如果说你前期节奏不太好，然后中间 OP 位过来去帮一手，你可能密码机已经是有点控不太住了。对，想直接抓住飞行枪了，
那肯定带的是隐形了。是的，带隐形那前锋是有操作空间的。对，那看一下，佩佩这把怎么防吧。看一下，好，进入比赛画面，上来直接抓喜大密。这里是第一个放双惊喜，打个粘土，再哎呦，干冰， 2个惊吓标记，哇，这太赚了。是，但是也正常，也没有拿那个平地球的机会。不过这把的话，喜达米他那边是化险为夷加膝跳反射的，提前所以牵制上面可能没有那么难受。到23秒，然后一会儿等到绕回来，分数快好的时候，又能不能大鹏回终点？这预判打吗？再打没能命中，就差这个焰火了。玄 CD 铁加好了，分背包，大想直接离开了双重经济范围，但是还是这不够了。但这波大鹏的位置其实身位还差一点，所以没有到站台对面。对，这点位很尴尬。你现在建了个板台，你能不能拉开得了呢？有点不是很好跑。继续往外牵制了。对，身上现在只剩一个喷气背包，喷气背包在补距离。行，前锋这边要不要来？哎，喷气背包喷出来了。好，吃平地球，双球直接打。哦，直接是被击倒了，有点快，其实是。这一波追击的时间还是比较快的，而且技能上面他还是也没吃出来。对。前锋已经准备来救援。不过这把前锋他是选择带一个化险为夷的，纯搏命，非常团队啊。是的，翻了回去，没惨的标记。现在就看能不能撞晕，然后完成无伤救了。有点难，我感觉他是有这个意图，这个，但走的这个位置不给他机会了。是的，走在了空地，前锋没有办法撞晕。打一波小短球，哦，这一波球直接躲掉了，再给一个分身，是也还好，状态也就行。对，这样的话选择往角落去倒。OB 不了啊，OB 不了，这个没什么状态了。不过想换人过来 OB，哈密斯过来了，因为当时他是在修3站的那台，现在换位，然后让卡斯内口修3站，哈密斯过来 OB。是的，做事反正也不怕，你就算是给我打受伤了，我大不了多一层火，我再多拖一点时间，看能不能骗。该抓你一波僵持，是你只要一出刀，你是没有办法放下的。然后再往那边去倒一下，他不管中枢，也是这样，因为没有，只有一个火嘛。我只要不让你受伤，你这边就没有办法后边接着进行来 OB。但是佩佩现在我可以直接逼你啊，是，对吧？我要逼救的话，我很赚呀。可能要过了救了时间，我可以直接逼。现在就差个粘土，哎呦，飞轮躲了，但是这个伤害再补双球，是，毕竟是2阶了，2阶这边追击岛伤害也是速度非常的快。是的，这脸上的话其实还在。打了一下咒术师，咒术师这边身上还有2层，续节奏的话可能也会比较快，不太好跑。我觉得求生者这边有点被打崩了。这波就是咒术直接交移形过去，想要找一下3站。来找前锋，关上了移形门，提前进入到冷却 CD。那立马机的话其实还差1台半，差的还是比较多的。但不是很好跑，这边3板有点太近了。但是这个算是没打到，没关系，他可以再放一次。想回头撞，那这样的话直接叠双刺，可惜没有叠到。现在还差个粘土，赵姬出了这一刀，选择拉进球，再叠一个旋转，击倒了。是的，绕场信步现在也运用的非常的好。而且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现在机子来救人，对，法罗女士来救人吗？主要法龙那边是缺的那台密码机，对啊，所以暂时有点难受，但是没办法。对，桥上密码机你又不敢修了，咒术得跑。这把是要真力多抓了。是的，因为其实桥上那台是60多的那台，现在就然后鬼屋是少的那台。这中间一旦要是被打了个球，我觉得他都很难救啊。这法罗他救人慢，再叠到一个色球，2个，啊还好还是救了下来。是的，这里直接交球想进板，仅剩的球全部拉光。法罗现在就得藏起来，因为你现在身上已经有了2层的标记，他就差一个粘土就能直接受伤了。是的，加上这一波的话，其实鬼屋那台只有26，你挂在桥上，鬼屋那台不好起啊。你谁来修，我直接找人。对，是。反正你那边救下来之后也牵制不动了。这波应该是想攒3层，攒不出来啊。哦呦，好砸！打了一个头，那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因为你现在点位你过不去，他空中飞人能一直在补上这个距离。2个人拉扯，那边偷了。再偷，那你这边一偷，那也代表了密码机现在没有人能碰。前锋在这里，老在狂妄这里的一个淘汰速度吧，淘汰时间你是没有做任何事情的。这一波博弈很精彩。在身上就差个焰火了，一直在过，卡个上盘，然后等个几秒钟。是。
等一下让先莫现在还有1秒。那倒了，而且打一脸上直接秒挂，直接取管。这样的话就是两边去起嘛，一个起胡马，一个取鬼屋的。他现在找谁都行。他想过来找法罗，他鬼屋知道是多，但是他想过来找法罗，可能觉得法罗没有大心脏。他可能觉得法罗那边其实也可能不好牵制。他觉得法罗没有心脏。要是没有回光返照，他就可以进行打针对了。这里被看到了啊！你发现那这样的话，密码机其实马上就要够了。看还能不能拖？法罗这边是有带回光返照的，密码机99，不牵了起来。这个牵起来太关键，一旦要说是他这个边亮了回光返照嘛，世纪角落一倒，再能拖一点时间，起点门就能开。有机会。这样的话就只能说让咒术那边去牵制一下。现在手上有移形，直接去找海麦斯。海麦斯这个位置的话，现在已经在火搏起来了。这能不能定位到？已经定到了。看一下他排人，鬼板跟地窖也有机会，对于咒师来讲也有机会，就看这个3层，这3层能不能宰出来？是的，地下室佩佩有意识到吗？先进来之后，他这边还在找，因为他2楼，肯定是觉得是2楼。看完2楼之后没有再去哪边的淘汰时间就剩30秒了，能不能找得到？已经下去了，看到了，3层后出不来了，这个飞轮逼了一波，还得斩后才行。用不出来呀，能用出来吗？用出来了。但是法罗那边还有淘汰进度条。是的，10几秒，时间来不及，空中飞人还有1段，有点难走。空中不顺1段，第2段也好了，直接击倒了。那这一波也是完成了一波4抓，将比分直接拉开。你这边是3抓，我是4抓，这就是1的话，单款我觉得得先带，因为早点刷2阶的话，第2波手椅可能不太好救。但这把的话，其实对于求生者来说，有的时候也不一定要去硬救。我其实可以考虑说我不救，然后不让你去开能够去翻到箱子。对，你要选这里的话，幸运人估计是更抓不到了，就直接就是原地就开始翻。对，找不了了。2个箱子他肯定能摸到自己心仪的道具。对，如果说要去追古董商的话，得考虑。上来直接找古董商，窗户得先封住。对，然后古董商就转势，对，就转，跟着绕。掌控意识绕嘛，这窗户反正肯定是翻不了。不过前期的话，因为身位上面拉的比较开，这边可以反先下，还是有个安全身位的板弹。这一波得接个板弹好一点。是的，还是能继续绕不下，然后从这边绕，那就得需要身位把控的很好了。是。窗户能解吗？窗户解不了啊，太多了吧？这的话还想再沾一点，窗户把窗封了再来一刀，来后撑不了弹射，是只能往海侧去。主要是这样牵制的话，其实你整个双弹的利用率会有点低。他身位拉不开，而且对，就是因为弹射交不出来，身位一直拉不开。刚刚那波板弹，我真觉得是板弹更稳，板弹冲那个冲出来，然后还可以继续绕嘛，或者直接拉海车也可以。被反绕到了，然后到了一点身位，是要上一点了，上到差不多60、70。正好现在有飞轮，监护者现在也不敢直接。这地方要倒了，我跟你保一个云门过窗，现在是96。看这个飞轮，看这个飞轮，飞轮，哎呦，掉了，可以，那还能再牵制一会儿，是能一直绕啊。他卡这个模型的话，等于我回头我就给你2棍。是，主要是其实这个模型其实不太好去绕的，这个飞轮还是绕起来。现在没了，拉现在有点跟不上了，甚至倒了，一起倒。密码机现在也已经有个2台半多。密码机确实不够，但是这个保平节奏差不多。是，而且脸上的话，因为海边的是梦露，所以这一波的话不需要外围来救，可以让梦露近点的先救。这家先救可以。这局有个幸运儿啊，现在遥控王我已经放出来了。其实有2个化险为夷是不太好说，棋子外边还是有机会能修够的。2个化险为夷就看你能不能倒得安全一点，或者说是能让他们控不到密码机。这选择一个大喷过来，海侧能无伤救，无伤救逃走，得立马修到电机啊。是的。他现在直接去播一小木屋，对，先修木屋，对，你倒海边的话，这个海侧还是会被干扰，所以现在密码机其实是有机会的，能不能倒得更海南一点呢？再拿一刀，但是开不了2阶，应该会开不了。但是说实话，就算你有张狂，这波2阶守门人过来救人无所谓，守门人你有2阶就有2阶，守门人还是好救。是的，而且因为前期确实会牵制的比较久嘛，所以现在其实对于他们来说，还是有一个让守门人先过来卡着看什么情况的说法。而且这边挂很久，密码机是有机会够的，就是压满，然后扛辣是有机会够的。是，但是古董山没有心脏，有机会能争。古董山没有大心脏的话，感觉还是偏保平。现在监护者也没2阶，只能拿守门人这边过来开2阶了。先下闪，无所谓啊。
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你现在就算有2阶，守门人也不怕。你现在就扬一扬手，守门人在守门人的眼里啊，你只不过就是一个扩胸运动而已。是的，哎，主要是你前期因为是牵制特别久，打这一刀，所以导致现在开个全密码机要够了，可能不管了，让他倒了一个角，然后准备直接亮就行了。因为他没大进站嘛。对，没有练反招，不太好管他，没必要扛。对对对。 P 现在就是想要保平，有挽留，但有挽留，你把人古董商解决掉了，你只能管一边的门。密码机是肯定能压。要不要等骗他一下，骗他传送，先别着急开。对，骗他。好，还是骗了，直接开。快到斩高马了，啊，着急这个节奏。象人现在手上有把枪，有双弹，有飞轮，异形过来下梦露。 梦露要找他那边的门，可就现在一直在开，而且双十是个地窖啊！地窖吗？对，感觉这样子绕下来，其实这个分金背包一直在喷，在骗，能骗到吗？骗到了一些，窗户直接第一时间封，不好走了，那就走不了了。 CD 是位置不够，平地根其实都能拿到这一刀，只要没大盆，有大盆的话更好走。反正大盆不是用来救人嘛，是，也能理解。啊，最终的话是打成一个平局。是。 完成平局，等一下Zeta的求生者，也就是必须要完成一波4跑才行，啊，因为他们中间的话是差了3个小积分的，3个小积分你平，就算你有开门战有搏命什么的，我可以直接定住，对吧？我这满烂可以定住，我不打你，这样拖你时间，你搏命也不一定能走门。没错，玩人商的跳板其实他也要省到开门战，因为只要能省到，我直接拦你就行了。嗯。 我追人的身位，对吧？追人的方式不一样，可以绕，而且这个阵容他有可能带的是个异形。对，应该大概率是异形。对。那我先把你往，啊，直接去找了古董商，那这个跳板就没必要放了，没必要浪费自己的时间，直接去修机就行。而且邮差这个搏命也能打出作用来了。是的，不过他是觉得说你在窗户这边卡着，是，不过这边直接拉走了耳朵。对，卡兹内口是已经直接卡的双十一板区。 卡兹涅克只要有心跳、有耳鸣的情况下，那其实玩具商就不需要过来帮忙，直接一直修机就行了。因为你位置太远了，他不可能帮得上。单人牵制就行，而且这边是三川这边其实比较好绕。现在就看卡兹涅克，这里用蜡去封这个窗户。对。想要争4跑，卡兹涅克是必须要牵制到3台以上的。这边想要原本直接跳下去，没下去就行。哎，原本没有下去，失误了。这个跟上把轮子在坏了，这边交的实在太满，直接拿一刀。 哎呀，这手上的技能马上也要好，异形到时候还能再接近。这个失误有点太大了，而且现在异形你在这窗户玩，我把你窗户全给你。这个窗户绕不起来的。对，因为这个窗户的话，它提前封，然后你只能到下一波，你到下一波转的话，又会上蜡。直接上。这边哈姆斯过来了，然后过来接，呼叫过来接。哎，异形交了，已经交了，但是补不上蜡，很难受。对，不过这里的话，其实也拉不开一个特别远的位置，还是能再挂一点的。上了一点点。 要不苦手帮他后边叠一下蜡吧，扛下这刀都行。我们要第一时间还上不到，感觉这个蜡要掉了。84，这边要满了，回头一棍，好，这个 timing 抓的比较好，是的，把窗户封住，那回头还是要再给一棍，再来一个机关枪。是。 忍者这边主要是酷手来的比较及时，对，但酷手现在第2波不在，如果说这里时候能还在的话，能把古董商给保走。是的，但现在的话，其实道具上面已经消耗的是比较多，密码机也只有2台半。是因为酷手刚过来打团了嘛？对，密码机差的还是比较多的。那怎么保走呢？玩具商先过来救，想要给个化险为夷，中场密码机还要被封，这相当于是2个人在救援。是的，毕竟你挂到了密码机旁边，对，蜡像师就可以远程零蜡去封一下。 密码机的节奏也不够。那你这波如果要去冲着一个4跑去的话，还是得把这个人换出来才行。是，那你现在换不走，直接出刀，让你救，因为现在在赶时间。给到一个护腕拉去找一下，然后让哈梅斯过来帮。先，没关系，这刀是佩佩是可以直接拿的。你要是帮忙扛刀的话，我就直接拿你的刀。96，萤火线大约还是能接受拿这一刀。嗯。 哎，不拿吧，他拿到人跑得更远了，他不想拿。其实他移形也快好了。那这的话得再绕一下才行，再帮忙卡一下这个板子。你不拿刀，他就会一直帮一群堵路。这个位置第一时间终结不掉了。对，火箭 CD 又好了，一会儿找机会拉火箭走。又进了板口。不过这个点位其实有点不太好。没错。火箭现在要不要再搭一城呢？现在不能交，现在马上被定住了，不能交，得绕回来。
再等一波，早晚还是要拿这一刀的。密码机的话，其实倒是拖了挺多的。回头给个一棍，看这边哈梅斯继续过来帮，到了，没办法，出手想要 OB 一下，有点 OB， 但是这个炸一下感觉炸不下来啊。啊，主要是稍微慢了一点，对，稍微慢了一点，就有时间反应过来丢。是的。错不过这波陪跑，其实我觉得时间上面倒是拖了挺多的，只不过是你要考虑到你要争4的话，我打针对怎么办？邮差现在要是被拦住还不好救，但是佩佩的视角是往苞米地里面排，那邮差能贴过来。而且现在也已经有了，人确实不太好救。一旦要是满蜡的话，他一个蜡融了，然后再加上一刀，有飞轮，飞轮躲了，那还得帮忙扛。而且他这边是有心脏的，但是可是他没有道具，他没道具进不了啊。他只是一个半状态，半状态的话，但是现在很难现在没有移形，没有技能。有没有的话直接开，但开了之后就得看一下卡斯内普那边怎么去拖了。现在的话也得过来帮忙扛了。前面有个跳板倒是有个跳板在前面，但是有个门点的很慢。我可以回头直接管这个邮差。对，我不一定要去抓你，我可以换人去抓。鼓手这边的话也有化险为夷，但鼓手有搏命的。对，你得注意这个问题。你这波把人击倒之后，一定得防他们还有一个搏命，直接是的牵远，他要挂在小船的附近。对，直接给他牵远。这狗一咬住，但是没有拉100，反区直接一刀在对手，然后这边应该是往远处牵啊。没错，求生者这边的话必须得过来争了，必须得过来救。他现在技能不能随便切，他因为他要以防万一，到时候要切狗的。对，而且他现在手上有人，其实没有必要去切，没必要等着就行了。还有太多的方法，现在我就能留住一个了。假如说你们真要过来给这个化险为夷，你就算是踩了跳板，我这边加个摇就行。泰本这里是能接受的，因为他是故意让你摇的。你拉不远，我继续定满，然后没错，就能挂回来了。我给你挂到角落就行。奥利斯这个位置实在是不太好跑，需要有人过来帮忙才行。能不能把这个挽留能多拖一点时间？主要现在你的挽留其实还蛮多的，所以他们可能不太好去过来，得稍微再等一下。我故意倒到角落了，都在摸道具，补道具，然后看能补个什么道具。关键是位移现在只有一个跳板。对吧？就是你就算套上化险为夷，我是觉得吧，让玩具商摸一下道具会不会更好？对，能给邮差。对呀，你万一能摸个护腕，对你直接护腕就弹过来了。能给到玩具商摸道具吗？我怎么就觉得附近的道具都已经被摸了呢？啊，好像脸上还有一个，玩具商放跳板。放跳板过来帮忙。但哈密斯那边是在炸点的，他们想等挽留，等挽留结束之后，然后再去救。但怎么救了？主动还是在监管者这边，其实有个人过来骗，没有技能的，玩具商过来骗一下，然后让哭手来接近。哈密斯那边是摸了个护腕，那这个护腕不是在邮差的身上？挽留时间过了，这个人是大概率能救下来，救下来之后，但是问题是20秒能救怎么活呢？对，2轮救了下来，20秒怎么冲门是个问题，我又不打，我定呀，我定就行了。对，他现在底牌也还没有交，再关再定再上。是的，拉不远，拉不开，切个巡视者其实现在都行。对，然后爆狗。但是离地窖的距离其实也还有一些啊，一跳靠地窖，但那边还没到门啊。爸爸还不够啊，还没到门啊。大门这边的话刚刚出去，那这样佩佩也是直接留下了一个，完成了比赛的胜利，也是恭喜第一速赢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恭喜恭喜！哇，最后真的是好惊险啊！其实感觉他们一个跳板的方向，因为跳的是地窖的那个方向，其实就是差哈梅斯跑到大门的那一点点时间。他在个人签证上来讲的话，面对到藤油手压力还是非常大的。是，对于守安来说，他这把只要能够稳住一个平局先，那么他这个台球手拿出来就完全不亏。因为他其实换掉了求生者很多很强势的角色啊，你大副也没了，我下一局我甚至例外。不过看在他前后这2个人啊，大概率是那2个带化险为夷的人。他就先逼道具嘛，看一下能不能把莫偶斯的路易状态给消耗一点。对，也看一下会不会给到一些机会，因为毕竟莫偶斯也是比较偏一个平。这次选择往2楼下走，先去逼一下大副的位置。对，玉林这里应该是准备稍微牵制一下，尽量不要被逼出自己的道具。没错。但是看到另外一边机械师整体的动向，还是优先把自己的娃娃控到了独栋跟本体的位置，已经拉得非常远了。没错，而且那边甚至是已经开始在破译了。是的。而这里应该是能够意识到独栋方向有人在破译的。看一下上了一个击球点，把中场关上，然后就可以走了。
哎，他想下来，还是一定要把这个表给逼出来。对。那闪现还有25秒，可以差不多去找要追击的人了。那看一下远处的话，其实3岁啊，也不是机械师的一个位置。没错，这个是弓箭手，在前期的牵制上面，也只能等一手闪现开刀了，宠爱。对。被车赶了过来，要提前命中一波龙骨弓。是的。让你尽量的去拉远闪现的身位。那看一下，这里是有一个闪现哦，一个后撤秘鲁预判闪现。对。但这样的话，反而是连闪现都吃不出来了，对，会比较亏。不过好在它是可以往墓地里面再去转点，相对来讲不太会干扰到外面那个破译。目前。错。地落，飞轮也被骗了，还好后撤秘鲁命中。主要是他的身位拉开了，所以说即使闪过来的话，也没有第一时间击倒。是的，这里蓄力刀冲动还是打倒了。对。哇，有点惊险，刚才那一波，对，有点刺激。我看3岁这把很想预判到对面的一个技能的。还好这边台球手是有一个主球的。是的，他如果说能够真的躲掉了一波这个闪现的话，其实台球手的整个节奏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差。是的，那也是看一下外面的密码机进度还是已经比较多了。外面有一个机械师的娃娃也在修炼机。是。这样的话，再把2楼大副的密码机包一下，让他回退一些。看一下这波救援是准备让木偶师绕过来，远已经来到了内侧准备救援，但宠爱并没有发现啊，甚至要给一个无伤了。因为他的视角还是一直在上面，打到了一个震慑，不过好在是木偶师。是的，是的。所以可以接受，对于球上来讲还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节奏啊。这边还是蛮想用这个车挡一下。那刚好这个电车帮自己省下了一波道具啊。是的。不然的话他得交道具才能拉开这么远。看一下这龙骨弓交不交了。直接被吸走，龙骨弓也交掉了。场上密码机这时候是4台左右。对，应该是大概可以开掉，然后最后一台的话也是在路上了。主要这把其实整体对于球商这边那个破译干扰会相对来讲少一点，但是他们最后一台是选择修墓地啊，那这样离这台椅子还是会比较近的。是的，很容易被管到。是。而且救下来的话，3岁手上是没有道具了，会比较难进行第3次牵制。是的。那宠爱的球不多了，如果说把手上的球拿去风电机，那下椅之后他就有机会26了。没错，击球点确实是已经全部交完了。而且这边人会比较多，其实球生是可以选择2个人一起来保一保，尝试一下的。对。那看到玉林这边是来了，大副是想过去帮忙抢密码机，因为毕竟那边是有一个主球的，让木偶师一个人破译的话会有比较大的压力。对，而且如果你到时候还想交主球去管密码机，他们可以吸一个人过来扛刀了。是的，那应该也会把这个主球交在脸上。哇，但还是打到了一个针对啊！精准的针对刀。那这样的话，开门战之前是可以挂飞3岁，再把主球给放到墓地去干扰一下密码机。是的，那另外2个人其实还是优先调一下状态会比较好，因为现在密码机抢开是不太现实的。是的。那也是看到机械的话，马上在脸上重新开一台，给到监管这边压力，因为能看到他娃娃早已经贴好了门了。是的。接下来这里宠爱应该是想逼一下徐少天的状态了啊，毕竟对他来说这一把唯一有可能没带回光返照的应该就是机械师了。是的，如果能够打到针对的话，开门战就有突刷的机会。哇，这边闪现直接一个震慑。是的，这个击倒有点快了，因为其实正常应该吃一刀的话再往远带一带，你这样的话还是能够继续干扰到墓地那边那个遗产的。再挂回2楼下，那这一把节奏就不是特别舒服了。是的，因为这台密码机是最好不要被管住的，因为他们也没有时间再去多开一台。再释放一下击球点和主球，拉到了大副。对，不过大副的状态的话是可以吃一刀的。而且主要你刚刚是交过了闪现嘛，所以说这边不太好拦住他的一个救援。是的，而且那边密码机回退完以后，宠爱必须要被迫管密码机了，不然的话是有机会够的。现在就等墓地了这台多回退几次，他才有机会去外面找节奏。是的，顺便逼一下远的状态。不过还好是木偶师比较能牵制，他可以一格一格的想放到电车前面，但是这个车迟迟不开，也没招了。对，主要他还是有点放不开那台墓地的一个遗产啊。没错。对，不太想说我第一时间就硬追出去，看了一下那边的一个动向。那球生这边的话还是在优先调状态的。故意骗得出来，他知道求生者那边应该在调整，所以他有足够的时间可以去逼远的道具。是的。不过这一波的话，对于球生来讲也是把节奏给稳下来了，至少2个人状态都给调好，然后的话可以分开去破译一下。现在球生只要想办法1人占1台密码机，就可以防止这个台球手一直死追一个人。是的，是的。就减轻了这边队友的一个牵制压力啊。那看一下玉林这边
是2台密码机的进度，目前来看已经是差不多了。没错。然后这里可以把 S 板也封起来。是的。而且想再把大副的最后一个道具给丢掉。对，但我觉得对于球商来讲还是不能交啊。得赶紧回去了。是的。这边已经80多的进度了。 但球生那边撒手还是比较及时的，因为觉得80多肯定是抢不开嘛，所以说我优先给你拉伸距，主要木偶师整体的状态也不支撑他能够在这里进行牵制了。勇者这一波调整状态的时候就不能被找到了，被找到的话，宠爱就可以立刻续上节奏。对，不过这边的话整体的击球点是用光了，所以说现在的身位是没有那么近。嗯。 这大副会有2个人，我好在这个时候没进到。2个人动作是一致的，一起翻板。想到了一些不好的事啊。嗯。那这边这个主球还是让机械去帮忙吃掉，对他吃一刀的话，另外一台还有一个飞轮。但我觉得这样的话，其实宠爱也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概率判断到你的一个天赋。是的，这一波他应该还会继续去墓地了。 不用，他这波可以直接考虑打针对界师了，因为弹射和那个飞轮师都交过了。对，但这边的话是有闪现的，但是也没有选择交。这台密码机已经是93的一个进度，这边平地就可以击倒。那这样的话，只有大副能强行救人啊。是的，而且还需要有人过来靠一下这台密码机。宠爱现在其实可以不着急挂，等这里击球点封上，再回退一次以后，再考虑说把人挂上。 这里的话是把大副状态也调好了，所以说他还是可以继续省一下自己道具。那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S 版那台密码机已经是被退光了，然后唯一多的这台密码机又不太好抢点。对穷者来说，他们可能只能去抢墓地的这台密码机了。那这样的话其实风险也会比较大嘛，这样所有人的话都会聚在这个点位，而且不一定能抢开。是。但是墓地这一波密码机好像前面没有退到。对。哦，现在的话是可以。那马上要压好了。对。 想回来管，这里机械师也是直接感觉他又要吃这个闪现了。对的，闪现打倒。那这样的话，因为娃娃是第一时间贴了学校门啊，所以说这个门是能够一定可以点开的。对的，如果宠爱要挂人的话，肯定是拦不住另外2个人，所以他也是立刻赶出来拦到了玉林。对，但其实这个位置的话，因为木偶是满状态，加上大副他有怀表，其实理论上也拦不到了啊。加上你刚刚是把技能交过了，所以这把应该是个平局。是的。 这是君少天为什么敢强行去开掉这台密码机？对，我觉得对于球生来讲，如果是由机械把这个闪吃掉的话，他们是非常舒服的，因为场上相当于还有4个人的。是。哇，这把的话，感觉机械师真的是立大功了，一个感觉。立大功。对。这也是东玄的招牌角色。对，就是从东玄加入联赛到现在这么多年，他一直以来在每个版本都会在赛场上掏出来的一个角色。是的，是的。不管应对怎样的阵。 离大副很近，而且也不想让那个大副往墓地里面去抢，因为墓地的板子太多了。没错，这样还能封住咒术师开。这里墓地直接出来，小明是反向走位，直接拉进了墓地。你不让我进墓地，我开局3秒钟直接进入战斗。 小明真是艺高人胆大，直接摇表，是把表给摇出来。主要是他其实往中场去转点的话，会非常干扰队友这边的一个破译的。没错，这样的话本体是提前拉到了窗口，是顺便躲一下小明的2段表和3段表，然后再把信徒给超距拉回去。这样的话，基本上第一块表的一个时间就差不多要到时间了。那这样的话，把2楼的人给逼下去，多浪费穷者的一些破译时间。但其实这个信徒回来还得有一会儿。 而且大副这边也是自己有子圈了嘛，那这里直接放狗。没错，小明还是比较细节啊，上来先把子圈给剪了，也是防止到后面万一被卡在内侧。那这边也是给到了一个原上刀，让寄生信徒把板给清掉了。而且墓地这里有个地下室啊。对，其实他最好。但是第2段表能摇出来，就看得想办法牵制出去，因为你倒在墓地附近。 他是可以强牵把你牵到第2。东玄预判他回头，但是小明是直线走，成功咬到寄生体也跟到了，东玄必须要交这个寄生体了。但对于他来讲，现在要赶紧进行一个击倒，因为这个位置的话离地下室还是比较近啊。没错。啊，注意看这个本体的位置，可能是想拉超距了。用原生的一个超距加速给拖进地下室。 这样的话，外面的人去救地下室的，还是选择直接挂了。就近，对。觉得节奏不太好，还是得抢一下了。因为2楼的一个密码机确实是有被干扰到啊，所以说。实际上这波牵制其实已经260的电机了。而且把2楼给干扰住，那对于东玄来说就是个好消息啊，对吧？他这样压住你，一
大半台，求生者必须要开3台新的。而且现在大副是完全没有道具的一个状态，所以说这边是很难进行一个2次牵制的。加上救人的人的话呢，也是没有这个化险为夷，没错。所以说呢，马上进入到一个2挂节奏。不过对于求生来讲，好消息是一波医生来救嘛，不会掉状态。是的，还能保证自己的一个满状态。这波东玄很细啊，其实在防这个医生秒救，然后大副坐车，所以说等一会儿再挂。是的，等这个车稍微多停留一会儿。那这一波他们得需要一个化险为夷过来了。看到教授已经贴了过来，直接放窥视者，打算打一手拦截，再切个闪。这边的话，如果打一刀，打到了，那这个人他救不了。是的，这个位置小虎洞如果走直线往椅子边上靠，其实也挺难救的。是的，因为这把东玄他是带了狂暴的。这边所以说大柠檬要赶紧往这边赶啊！大柠檬这里看一下，还在给自己这个治疗。我其实有点硬掏了下来。对，是的。这一把对于求生者来说，这把节奏不一样了。楼上的密码机看一下。还是被偷了挺多的，他把寄生补给医生，然后目标直接去追那个教授就行了。是的，因为医生身上有寄生在的话，其实短时间还是会受到一定限制。然后教授的话位置是非常清楚的，是，而且这个信徒是有闪现的，没错。现在教授去救人，大概率他是化险为夷嘛。东玄如果说能够把教授给击倒的话，那么成长队穷者这里就已经没有化险为夷了。是的，后面万一被压遗产，就会出现一个非常差的节奏。而且确实是像中场那台密码机，其实进度是很多的，但一直是有点开不掉。一直有个信徒卡在那边，对，零骗。医生只要上去，他就逼你下来，骗了一手。第2段还在骗东玄，想等他自然消失，对，等他自然消失再跟上。中场那台的话终于开掉了，不过现在他们还差1台，而且对于梦之女巫对决来讲，肯定要多修一下。没错。有距离补一个寄生，小虎洞应该是不太好走了，毕竟带的是一个化险为夷，技能也在 CD 中。是的，这边的话也。这波身位拉的有点远啊。对。如果说硬想拿这个原生杀击倒的话，可能时间要拖很久了。外面的密码机会掉了。他原生是有闪的，他难道是要？那这样其实浪费了挺多时间的感觉。因为前面这波为了补寄生，原生的位置没有控好。然后最后的话还是让寄生进行了一个击倒，而且他们开的一台密码机。而且咒术来了，单信徒，你现在单信徒寄生的话，这密码机可能控不太住了。对。但是还好，这也是有2条通道啊，这挂应该还是能够找机会挂上。对于东玄来说，现在就想好开门战怎么打了。对。宙斯身上带了个鳞片过来救人，看一下补的这个寄生，补的是咒术的寄生。这里其实有一个卡位的说法。看一下。这里也在等密码机压好，对，也不着急，密码机现在是压好的一个情况，而且能稍微拖一下教授的技能。哎呦，落地直接弹。看一下东玄这里要怎么管了。是的，如果要管的话，他的一个信徒也只能够管到学校门了。是咒术身上有一个寄生，那同样对于果冻来讲的话，也是尽量离开2个。医生的这个信徒应该是自驱压好了的。对。那这里对于东玄来讲，就拖一下自己的一个技能了。是。那求生者也是在拖那个队友去把信徒给驱掉的时间。他的一个驱散进度也是尽量给压好。是的。现在想再补一下咒术。看一下求生者那边的一个安排吧。对他们也不着急去点亮啊。对。现在是变成了让果冻跟小天一人压一个门。打梦之女巫求生者务必要做的就是开门战，让梦之女巫的寄生越少越好。是的。只要我能够一直去驱掉，让你只有一个原生，那么你其实交过底牌以后是很难管到2个门的。现在终于是把咒术师的一个寄生放在了比较靠中场的一个位置。这样的话，一会儿超距是有可能直接去学校门管。求生者不急啊，就是你管墓地打1刀，信徒消了，我医生又摸满了。对。我现在就一直给队友拖驱散信徒的时间。是的，主要他们这一把是都有回光返照啊。是的。你现在想平地追倒是非常非常难的，除非东玄真的能够做到什么呢？就是我每个信徒分头追，然后把地图板全踩了，这样的话你开门战没板先制。
但这样其实你去追教授的话也是比较难，他是一直能够有持续牵制的。是的，而且这穷者忍不住直接通电了。是的。东玄唯一的机会就是快速处理到这个教授，然后在医生赶往这个墓地门的赶往这个另外一个门学校门，学校门的。但是教授手里其实是有鳞片的，能看到已经是交出了，而且这个门是已经点的差不多了。没错。好，这边提前把医生拦住，然后教授得赶紧顶墓地门。这样的话，东玄把超巨的原生再给放回墓地门去。不过医生那边其实跟咒术师如果碰头的话，去的会很快啊。是的。医生自去了这段时间，就是东玄用来追击教授的。每一个信徒都有闪现啊。其实牵制压力比较大，球商还是优先把身位给拉开。是。他们不太好短时间进行一个汇合的。是。对，有闪，这么说，闪现过来，哎呦，没有飞轮，但是前面。平地躲掉了一刀，再触发一个反弹，这个闪现空了。那边他是想走另外一个门了，教授放过去了，那些东西赶紧得把原生调过来保护。只能双信徒夹医生了。对，不然的话，可能这边会有一个走地窖的一个机会啊。没错。最终双方是在下半场再次完成了一个平局。这一把其实整体看的时候有拿到机会，对。月亮河的格局也是很适配的一张地图。而且就算说我没有选到幻轮石附近嘛，只要我在站台的旁边，其实追击飞行家的话也是。或者说倒个丝绒角落，对，这种地方古董商跑来 OB 的，这样的话会被浪费一部分时间。那我们看一下这一次的选点，古董商放到了终点啊，飞行家放到了鬼屋，那这飞行家应该也是一个带化险为夷的。所以还是选择往鬼屋的方向去排，知道你这个飞行家藏起来，那你就一定是不太能牵制的天赋，或者说你是一定有带个化险为夷嘛？我把你击倒的话，你们这边的一个救援上压力就会大一点点。是的。那这个的话是确定了飞行家的一个位置了。小活动是交了一个双弹往外拉，东玄。据说这个选点让起点站的密码器没有办法开，所以说他们整体前期的破译会慢一点点。对，要一个上站台飞起点吗？这样的话飞起点，但是落的有点慢。东玄一个回速也是一个博弈的机会。对，这边的一个板区啊，看一下。哎呦，小活动连续2波骗东玄出了2刀。这里如果拿1刀的话，不过小活动提前交出背包啊。但感觉好像还是要吃刀的。是的。然后吃1刀，可以考虑往车上靠。东玄的闪现是没好的，回溯完应该是来不及了，有点卡脚。闪现就差2秒啊，断了，哇，还断了1月。是的，这个位置看一下车灯，并没有人帮点，在站台上等一下。我等了半天，选择从右边下来，提前被预判了。主要是前期东玄是在左侧那边去留影的，那对于球生来讲，可能觉得你要判断我在那边了，想打一个时间差，我先提前下来再交道具。对的。那这样的话，搏命被吃掉了，少了一个搏命。是。对，而且这边干扰到了。对，以及说他干扰的不是救人位的一个密码机，本身这把佣兵就要来救，他修不了，那幻灯师也被干扰了，所以说整体的密码机破译会慢一些些。是的，但是好像大柠檬在往椅子边上靠，对他们也是想让他来救了，考虑了一下说，那如果我们再12刀救援，还有个上车的机会。是的，这样的话，东玄来得及拦吗？拦不了了，只能反而是一个更好的选择。这个可能比套一个化险为夷牵制时间要更久哎。对，古董商就在下面，没错。在下面稍微断一下你，子哥教一下吗？没教，东玄也没有被骗，直接一个隐袭，然后往前顶。小活动手上已经没道具了。古董上已经是去进行破译了，这里看能不能把技能给逼出来。有一个影子，说没有回速，还是省下了自己的一个技能，而且这波可能配合的人会稍微多一点嘛，整体的密码机还是刚刚3台的一个进度。对的。但是其实古董商是破译完，然后顺路去干扰了一下。对，就看能不能帮上。如果帮不上的话，我就就近修3站的密码机了。对，只有幻灯师那台被干扰了。但是幻灯师被干扰的同时呢，他是救人位嘛，佣兵能修开自己的那台，其实就不算特别亏。得给上2波机关消，第3消。那这样给到了队友一个无伤救的一个机会。回溯完，看一下这一波。开门战前应该是能够挂飞小活动的，是的。但是这2块长板感觉得找机会踩1块啊，不然还是不想交自己的一个技能。是，他现在很需要这个闪现去续下一波节奏，所以不太会交的。对，主要是确实这边飞行家他是没道具了。这里又断了，那还是交了。那现在来看的话，还不如刚刚交掉会好一点。早交可能早10秒钟。那这波很赚啊，把闪现逼掉的话，求生者这边能挂飞1个，然后把4台机密码机给爆完。对。
现在对于东玄来讲，就是先逼道具，然后看能不能找机会来回拉扯了。三阵这台肯定已经守不住了，两个人是合抢的，而且大家都是个满状态。是。看一下陈少天一个点刺，不是，是小天一个点刺，是的。对，那这里追小明的话，其实求生这边也非常可以接受啊，因为半状态的。那这波得考虑往起点去了。对。因为起点那边你再不去干扰的话，就压好了，其实就马上够了。关键熊者这一波还是3个人都有回光返照，对于东学来说，一定要把自己的传送拖好，才有去争多的机会。那现在来管一下起点的话呢，感觉这边的一个赶路速度还是会慢了一些啊，因为中间又断了一波影月。那这样求生可以在终点站重新再开一台。是。你来抓起点的话，我让满血的古董顶过来就好了。是的，还是有一个满状态的人能够保证中间的一个拉扯。是。我看大联盟这里人都拖着久，对，还有砸头，投影时间是完全利用到了。不过对于东玄来讲，他确实是可以把他的一个技能给拖出来。是的。一个板间博弈。对，哎呦，还在溜。是的，又是一波人皇步躲掉了一刀。是的。那这样的话，其实可以看到起点那台已经修了很多了，不过古董商应该是要这个位置有没有机会挂地下室呢？对他们也是知道有地下室，所以要提前靠过来了。是的，就直接舍弃那条密码机。因为你要挂地下室9的话，佣兵那台也能压好。是。这挂上以后，可以看到小天也已经到了鬼屋门口。是的。同学有没有机会排到啊？没有看到，那应该会在这个楼梯附近稍微等一下吧。主要他也不能现在贸然过来，还是要等一下队友那边的一个进度啊，是87的一个进度。两大落地刀，首先直接躲掉。正常把人救下来的话，密码机就已经压好了。对，因为其实都是有回光返照的。是的。得交个影子往下追，但是幻灯师已经拉走了。那这样的话就影子还能在啊，有机会回溯，所以小天必须要先交止戈。是的，哇，直接是一个10秒钟。现在没有什么办法，但是没有人贴门啊，这把开门战多抓的概率还是很高的。没错，现在止戈持续时间马上结束，要结束了，对，然后踩个板，刚刚有一个影子，然后古董商这边也不太好走，一个飞轮，哇，拖了很久，但是穷者刚碰上门，刚碰了一下，是的。主要还是刚刚所有人都没有办法第一时间贴门嘛。从地下室跑出去的话，幻灯师离起点站也是比较远的。那这里东玄应该会考虑传一下起点，毕竟他有回溯，传一下起点。然后不过对于求生来讲，他们也会让佣兵直接卡一下古董商那个位置，就看这里处理的有多快了。哦，没有拿到回溯，回的是原地，那这边人是可以救下来的。是的。看一下能不能骗下去。这里要，哇，还没有直接打倒了。那你这个人救下来的话，就确定你的终点门其实是没有人点的，是的，所以还有机会再赶回去。因为两个人还是。至少就算都走终点，终点门也没点过。对的，现在就只需要一直冲把那个卡中场的人排到就行了。是的，还是先看一下鬼屋的角落有没有耳鸣啊？对东玄来说，这把大概率是一个3抽。这边的话是能看见佣兵的位置的。现在往回救也救不太到。但是他排的是鬼屋的内圈。但是他如果内圈没有人的话，应该还是能够拦住，因为你往里边你是不可能走门的。耳鸣又起了。是的，那确定你可能在鬼屋的外面，再往前走一走就能看到位置了。看到脚印了。已经看到脚印了。小天脚印，一个抽刀，直接抽倒。那感觉直接管门好像也来不及了，毕竟小明那边是满状态，所以这一东玄应该还是会先把小天给挂上。保3抓。再把人往鬼屋里面挂。是的。月亮河这个地图，东玄拿下一个3抓。而且我觉得也是在对面的一个阵容也是选的比较贵的情况下，加上已经是非常针对东玄的一些角色池，还是现在月亮河割据就是很明牌的，就是你看你追起点的医生，还是追终点的飞，还是追鬼屋的这个哭泣小丑。是，鬼屋的这个人他一定是带化险为夷的，对，然后靠道具能有很强的牵制能力。对。就是不想陷入你求生这个计划当中啊，想换一个打法。我就追你这个破译快的，对吧？让你那些破译的比较慢的在外面慢慢修。那看一下医生他的一个牵制会不会利用倒车或者是哭丑的一个火箭，因为从那个方向的话还是比较有机会去利用。直接往起点赶，所以这里也是做好了准备，先绕着站台绕一下。这个很经典的双板踩个板，然后去另外一个板子，对，蹭了一个弹射加速。
但是这个地方就得考虑让自己尽量晚一点吃到了。是的，3岁也知道你那边有影子，慢慢绕到你车的另外一侧，然后这时候上车。他甚至先扎了一会儿。宠爱被迫要往外走，这样的话追击的时间就浪费的更多了。那这样的话也是像我们说的，这边是一定能够回上一次状态的。手里还有一个小小屏。看一下在这里等着，宠爱也在骗，成功骗了下来。有一个搬窗的一个小加速扑盾，还是不太支撑他能够转到百把歌剧演员的这个影子给他断了。是的，被迫断了影乐。那现在3岁这样的话要走过去，然后再接着追的话，现在已经60秒了。而且3岁又触发了一个反弹，这要交闪了。是的，把闪现给逼出来了。70秒交闪。苦手是提前想过来 OB 啊，但是来的时候已经倒地了，所以没有太好的办法，只能往里面卡着去准备救援了。是的。只要队友把闪现逼了的话，他卡的一个位置远一点，对于宠爱来讲没有什么太多的办法。是的，这波救援得想办法让医生把这个血扎起来啊，因为是没有活命。哎呦，那这样这个无伤，而且你踩板可能还要吃推进器的。对，我这边要先卡你，然后给你人眩晕。但是医生已经扎好了，原地落下来，可以再去试一下那边那个车了。他甚至要扎成板状态。对的，他们这一波配合太好了，让医生来带这个化险为夷，这样队友救他的话，他是可以找机会原地直接扎满。那是真没招了。对，那这一波宠爱非常难受啊！一滚，帮忙再来一个推进器就可以扎起来了。那你打他的话呢？而且坐车了，坐车直接到对面，他就能把他的化险为夷交出来。这波实在没有办法处理医生了，所以直接换追。被迫来换这里的军少天。是的。但是以这个节奏来说，你现在把他给击倒，给到了一个减速，哇，这边还想砸，太危险了。这波再砸到的话，就得难受死了。是的。但这样对于球场来讲，他们还是成功的实现了他们前面那个剧本啊，让医生去进行这个救援。但是你把化险为夷给换出去了呀。对对。如果佣兵来救一波，然后这个苦手带走，这台鬼屋的密码机是完全管不了的。以及说苦手他手里还留了一个道具，因为佣兵套一个化险为夷，气象电机是能亮的，然后佣兵套完化险为夷，把这个鬼屋的电机给它修完就行了。对，最后让气象压满救完了以后，苦手还能有一个牵制的机会。这把密码机是有机会修完的。对，这里的话也拦不太住啊。救完人以后，佣兵要直接弹走。哦，这边是硬帮佣兵扛一下，是的，一定不能打一个双倒。想让云少天带走，那宠爱也得找机会啊，看一下能不能。对，但现在的话比较难。一个回速。但手里还是有一个护腕的，他就一定要去追一下，他要把人留在这边啊。是的，因为他知道继续。前面医生车是没坐的，但是上的有点慢了，一个震慑直接打了下来。但没关系啊，因为这波是倒到对面去了。是，而且会浪费宠爱很多时间。宠爱现在如果再想去找苦脚手看一下那边，因为有暖雨的存在，所以宠爱是可以第一时间就看到他的位置了。是的。我觉得穷者这波不一定要下这个雨啊，有点贪了，因为这个距离还是比较近嘛。如果说你直接摸苦手的话，是有机会能够把它给摸起来，让找不到的。这样的话，其实有医生在，他们俩还是可以佣兵跟医生一人修一台。哎呦，但这里这个人我觉得有点救不了了，这里抽一刀过来。抽一刀没法救了，对，宠爱手上的闪现还在，所以医生被迫要贴过来救援。宠爱立刻意识到了，有没有机会卡位一下，拖一下来进度？比较难，两个人都在的话，人肯定还是能救下来的。是的，对，而且吃了这一刀，由远吃了这一刀。现在化险为夷套上，密码机差50多。现在就自己牵制，然后外面佣兵跟那个医生一起去合修，把那个鬼屋的密码机给它修完。没错。赵天把最后一个推进器给交掉，手上闪现已经好了，但是这个时候是不太能交的。如果说你去处理一个上挂飞，去交一个闪现的话，是很亏啊。没错，骗了一手，影乐断了，这一波断的只能逼出闪了。密码机是可以直接亮了。对，交出来的话，那这把感觉最多也只能偏平了，平局了。对，因为脸上这个人的话，他是可以直接起来的。是的。他不会把这个自愈交。对，他是可以吃弧光反照起来，然后你就算击倒他，还要管。对，你是必须要挂他。对，他现在就往终点最里面去倒就可以了。而且远这里还能捏成鱼呢，他还不一定能够那么快倒。地窖在这里啊。一个成鱼直接往双窗，再骗了一手落地。把他给架回去。是的。道具用完了。是的。主要是他手里的话，目前也没有回速了，门已经点了60。不过远地时间也没有往外拉，而是还在站台上等着。
那这样的话就会被拦住了嘛，因为这样的话回溯的一个时间能够拖出来。他手里也没有道具，如果这时候还有一个气象瓶的话，还是有机会。又断影了。但是挽留的时间也还挺久，而且远是半状态。对，而且他也知道你还是会回来的。是的，宠爱这边不知道地窖是在左边还是右边。对他现在不太敢让出太多的身位，所以直接就尬在当场。对，但对宠爱来讲，他要再等下一个回溯，他才会主动的去出击。是的，但其实对于气象来讲，他没啥好等的了。这个地方的话，其实也没有什么可以蹭弹射的一个位置。没错。但是手里道具也没有了。那边留下一个影子，然后再把人给骗了下来。哎，这个距离，反弹，但是是个慢翻啊！主要是手里。哎呦，想躲一刀，这一刀打到好像能爬吗？这个爬得很快，有机会啊！3考了！我的天！朱雀在第2局道具的时候进行一个追击，就算你去开出了一个怀表，对吧？但是他也是可以考虑跟着你躲掉第2段表以后再进行追击的。对，反正是可以多段操作的监管角色嘛。如果说你这边的道具确实非常克制的话，我就先优先干扰一下其他人。本来是非常非常多的，开启2阶之后，这个时空之影的一个控场能力就是一个质变了。对的，对的。因为外面搏命带的不够的话，像守门人一生直接拉出来，先往中场赶。小明也是知道自己有可能被追啊，所以没有第一时间碰密码机。是的。稍微在板子边上卡着，附身完直接传来了，这里这个吼的时机，东玄是主动把一生给拉下来了，想在外面再附身一下其他人，然后再去找杏娥。他这样的一个打法的话，就是不追守墓人的一个打法。对，就让全场的密码机都控一控，停下来，然后等到闪现差不多时候去追击这个杏娥。对，然后他本体是可以考虑黏着这个杏娥的。他知道气象这边是一个搏命位，所以他还是想倾向把这个搏命给他吃了。不过这里气象也被一神吼到了60的一个倾斜，骗过去了。70度会比较的危险。是的，看一下这一波70。一声的吼就很关键了，裂起来。哎呦，本体吼并没有吼到。对，然后这个从云交出去了，前面的话闪现也快好了。可以考虑闪开了，因为你现在技能是在 CD 中的。看一下东玄怎么说。小天他在一直注视着98的一个金值，我觉得要不主动看到100去吧，防止被闪开。但是他没有往后看，他是继续往前跑。OK， 都能拿刀了，对，没办法。他就是。当时主动到100持刀会更好一点，不然你闪开99的一个侵蚀值，那么你下一波可能是直接被秒的。没错。看一下本体再过来干扰一下勘探员的一个破译。这样的话传出来，等下一波一神的附身再去找小天。那这个位置不太好追击啊，他比本体走过去。是的。不过他本体的位置离得也比较近。本体就算把人给赶走，但其实小天上面可以荡神，可以交沉鱼，你这个附身还是不太好附身的。哦，附身落地吼到了60要拉距离啊！看一下过来，好像交枪了，而且是在你刚附身完再来一把手电筒，连续眩晕，包括现在是沉默到你的一个技能。是的。这个地方小天刚被附身完，你现在就算有意识人，只要小天不往队友边上转，你其实是没有办法拉到一个闪现身位的。是的，现在有点跟不上他。不过这里因为前面有一个头片是成功了。对的，这波反而是被骗了过来，被骗了一点身位。那大联盟也可以考虑 OB 一下吗？不过后来一个强风躲掉了，闪现直接进来。进行了。但是密码机已经3台了，时间来到了2分半钟这么一个击倒时间。3台密码机，第4台、第5台都有进度了。是。现在就看东玄接下去能不能在手椅方面拿到一点机会吧，他只能靠手椅来追了。我刚的话配合打的稍微多一点点，所以说后面密码机慢一些，能给到一些控住的机会。而且这一把其实感觉穷者也很清楚啊，就你没有追我幸运儿，那我就直接让幸运儿起一点辅助道具，来保证被追的那个人他能够牵制的很好。是，因为那个枪的话摸的也是比较果断啊。对，附身完，小明并没有第一时间掏，哎呦，还是伤掏了下来，而且甚至 A 晕 A 都打不到守门人啊。对，那这样的话，他可以再继续卡这个人了。没错，守门人都不用走了。是的。我下一波再让守门人过来救援一波。本来是需要通过一波换位，然后密码机会停一段时间。对，没错。而且如果掉状态的话，半状态的人破印也修不踏实。他最关键的是外面全是满状态的。是的。外面满状态人，你就算传过去，我又无所谓的呀。我让你打一刀，对吧？你打一个插刀，守门人那边救下来，你这个人就不一定能够再把他打上瘾，把他击倒了。是的。
而且关键小天这把也有回光返照，没法。现在可能需要使用的艾维的终极技能了。哎，就开脱。 直接吸到密码机边上，这里是直接救下来，因为知道你2阶刚交，然后并且闪现还没好。是。他现在对东玄来讲，我得先优先把密码机给控得慢一点，不然他的技能都拖不太出来。小天有气象屏，只要找到一个能够卡陶片的地方，我感觉已经很难去处理它了。但是一直正着那边一你的话，直在被沉默，你就算附身，速不了。对，是的，你附身传送你都没法交。哇！刀的话还在一个眩晕满的，很难受啊！马上就跑到楼梯上去卡陶片了。对，东玄这里哇，又一个飞轮躲了这一刀，好在是他这边。 好在是手电筒给照没电了，是的，不然这真走不了。那现在需要外面有个人去开一台新的密码机。是的，然后小天就卡在楼上，这样的话也不让你能够附身他。现在对于东玄来说，这个场面很尴尬，就是他本体走也走不了，是外面也有一个人在修新的密码机。看一下，只能再拖自己的闪现。寄生这个。 也不可以，也记不了，记了陶片会不会卡在下面？没办法第一时间通过2阶或者闪现去终止。是的，是的。这把的话，感觉小天就一直在这个方向等着了，然后让我的队友去破译就可以了。你要是从楼下的陶片上楼的话，那外面的密码机是肯定能够压好的。因为你上去气象就可以通过他的技能或者那个荡绳。 强行拖你的时间。是的，是的。密码机这边只差16的密码机。是的。但是它是本体拦住这台16的，但外面的30多的密码机其实也很快就能修好。这有没有解差吗？哎呦，刚好解差了。那这样的话我有点危险啊。是的。现在手里是有技能的。对啊，对于闪现唯一的机会就是这一波。把他压在这里了。没错。唯一的机会就是这一波没有大心脏。然后开门战还有机会针对。 而且这里离门很近啊，我把人挂在这里的话，就天然守住了这个门了。这是对于东玄来说最后的，也是唯一的保平的机会了。没错。这样的话，手上多一个没有回光返照的人，就小天那边也能一直爆点。他开门战也是有很多种打法的，主要是星娥前期的道具交的比较多嘛。现在只有一个怀表，你救完人以后，只要打到勘探员的针对，这把东玄就有多抓面了。 一波直接弹走，但密码机的话是没有完全压好啊，它是92的一个进度，那这样还能再挂一次。是的，那再救一次吧。对，再救一次还是有打针对的机会啊。是的，艾维这个角色太容易去打到椅子上下来的人针对，而且这样也给到了东玄更多的机会。我把这个门也提前给安排好了，因为密码机离的门也很近啊。是。2个人的位置他都已经清楚了。哎，这里在翻箱子，不过还行，感觉。 应该不太会去打他。是。东玄现在应该。东玄拖闪现。对。然后他也知道这个时候你亮了密码机，勘探员也走不掉啊。是。但是他要注意勘探员他那个能拖1秒是一个时间。对，就挣扎下来的一个时间。这边的一个陶片范围还是蛮大的，不过果龙这边手里也是道具很充裕，加上有飞轮。没错，一个香水加一个怀表。对，反正就打针对吧。是。 勇者这里也在稍微拖一下大柠檬手上飞轮的 CD。他这样一直扯的话，也会让大柠檬他飞得慢一点。是，然后看能不能多帮他续出来一个磁铁，这样的话开门战也能多牵制一会儿。应该也就这一个磁铁了，第2个会比较难一点点啊，他的淘汰进度不太支撑他。他想把这个飞轮给他拖出来，飞轮现在只有12秒。对的，飞轮拖出来，差不多磁铁也快好了，第2块。就他第一时间直接一个飞轮，只要能，哎呦，有点吓人是吧？刚刚应该不会打完插刀反而让勘探员能多牵制起来。哦呦，好准啊！对，而且这样把自己的闪现也其实拖了个七七八八，一个飞轮清掉了侵蚀值，小果冻。但另外一边的门是完全点不了的，伊森一直在这里，那本体还占住了另外一个门。小果冻离门也挺远的，现在2个球，哎，这个陶片没卡成功，但还行，人是跳了下去。对，但手里现在有技能，闪现马上好了，这个近板的博弈很关键，吼了一下下铲，但是来不及呀，还在手里，没有人闪现还留着，这波传过来，边这个人是爆点的，但他很清楚他在中场这个位置。没错，小果冻这里点门是有可能吃闪的，所以必须要先把表给交出来。没有关系，东玄这里。可以不着急去挂这个守门人，他现在就拖，等到闪现闪倒了小果冻，然后再走第2段表。东玄不想要平局，想要直接终结比赛了。是的，他只要3抓就终结比赛了。对，气象还一直在爆点，他就很清楚他的一个位置了。这里小果冻骗了一下。他的怀表结束了。是的。
如果小明这里交出了志奇，那么一会儿，但对于高璇来讲，会更好控了。先管住门就可以了。对，不着急，你只要不点门，我就不附身。想尝试拿一刀，但是没有拿到，那边门还是没有贴上，因为一直在爆乌鸦，所以董璇也确定这个门是没有人。对，而且守门人的话，他是来到另外一边门的，所以说短时间也没有贴上。这里已经是让伊森给到了气象一个激速的。是的，他这里想用这个2阶来尝试拿刀。哇！还是给叠满了。因为刚好小果冻是在一个板区之间，他没有办法走直线来规避这一波侵蚀者。对。那这边的这个主要是有爆点，他很清楚他那个位置。那个门那边门要开了，是对，守门人要把门打开了。这里如果说能够赶上的话，但是其实来不及了，因为小天没有法人啊，不然小天没法附身。这里小天没法附身，所以得回去保平了。他得保证这个幸运儿是能够淘汰的呀。对，因为他如果深追的话，传过去都冲门了，这边可以走地窖了。是的。但求生者这里好像想争一下，因为他们手里还有一个化险为夷在，而且这波挽留是已经拖过去了。但是离大房近的这个门是完全没点的，我觉得他们如果要尝试的话，就得考虑能不能给星儿去准备好一点道具。地窖的位置这也能争。这个门其实这个门是没点的，点的是另外一头的篝火门。他们要跑的话会更远一些。地窖的位置在河道范围。而且得让这个气象救人才行，因为如果是守门人救的话，也没有什么意义。没错，这一场是吼了一下，门替吼到了，这一波能救吗？气象，他是但是不是搏命套？对，他是觉得气象可能会值太高了，所以没有敢去。那优先还是，但这个时候我只要把气象给挂上的话，你们这个化险。我再把你的守门人半血，现在赶紧盾铲。他想控一世人去拦杏儿那个门，然后本体挂气象。不过星儿只要没有去门口，他是可以赶紧回去挂气象的。只要这里有没有机会摸起来呢？来不及，你还要保证自己的一个状态。是的，看一下，先把气象挂上，然后再找星儿，来得及吗？来得及的，星儿完全没动，还在那个柴火堆上面。他得再拖一下这边的一个。对的，飞了。那现在就得守门人帮忙去扛住星儿这一刀啊！有飞轮，手上闪现在的这个身位跟守门人离得有点远。好像走不了，这个位置直接闪倒。小明还有最后一个铲子，但是没有办法了。对，没有办法了。3抓的话，其实就算下半场完成一个4也翻不回来，也翻不回来了。对，是的，是的。当时如果说成团队去考虑完成一个平局的话，也需要宠爱他去完成一个4抓。对的。但是让我们恭喜 FPL 朱雀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就是他不怕调僵尸，比如说高级插回，因为你回我也能回。是的。但是相对来说，你说要做到快速的击倒才去衔接节奏，还是比较困难。毕竟弓箭手的话，还是能够里面啊。这样他其实是一举两得，对吧？在小船这个方向的人我都能找，而且还能把大船的密码机给你锁一下。哎，确实。而且他选这地方3个人开局都要跑路，是密码机会因为跑图变慢，而且大船的密码机大概率被锁嘛，也会被锁，所以是4个人开局没有修订机。是感觉的话，他这样选是让球好，那木屋这个位置也是直接奔着弓箭手先来，看下比他怎么样去操作了。先把弓箭手逼出木屋，然后那边是有影子的，有一个回速的博弈。抓 OB 位，后面就不会被 OB 位骚扰了。他这个回速捏得很稳啊，这个回速非常好，翻窗交互，哇！第一刀直接拿到，25秒的一个时间啊，非常快啊！而且后续的话，感觉弓箭手他的一个转点的思路是往海边，那这样的话，他其实在海边他是没有办法再上到大船这样的一个位置的。对的。那等，我觉得最多去等到你一个闪现，基本上就可以去终结了，对吧？他其实前期，我觉得监管者他博弈特别好的一个点在于哪里？就是那波下板子的时候，他是没有招车交回速的。对的。这样的话，如果说弓箭手反应很快，他有机会翻出去，他特意等到你这边让了身位，想要在板区博弈的时候，我把板子一踩，你这个窗户不翻，你要吃刀；翻了，我回速过来，你还得吃刀。对，而且他这波因为没有那个回速，反而弓箭手自己防了一波，还亏了一波身位，他这波太精明了。对，这就是木屋的一个经典博弈嘛。对，就感觉可能打科技我们都说拉不开，但是你要是真的不拉点的话，好像你这个牵制时间也会比较难
藏起来，对吧？他直接开局就在这个木屋进入战斗，你会发现歌剧他的一个速度，以及说他利用这样的一个隐跃，把你的位置给架住。那你想想后续你往海边木屋那边一转，其实没有太多操作空间的。确实。 而且这把火影手带的是一个单飞轮的一个天赋，他没有选择带双弹，带双弹会更好牵制一点，但是如果是单飞轮就特别容易被架死，比如说这一把。对，像前期你只有一个飞轮没有弹射，假如木屋那里有个弹射的话，我相信其实通过这个秘弩再加龙骨弓一个 combo 下来，我觉得应该是地道比较难拿到。他有机会转到海侧去，因为有一片非常大的空地。是的，像现在的话，他因为没有说我一个。 有弹射能拉开的机会嘛？那到海边木屋这个位置的话，他可能会很难去牵制。哎，看一下后续的一个操作，因为现在没有太多容错，而这边监管者是先把你的撕裂度给等掉了之后，我再慢慢去追上来。是，这波应该要远距离龙骨弓，尽量先上到这个撕裂值了。是的，是的。这样的话挂上。 撕裂度，但前面这个位置太差了，被架在里面，被夹死了，也不敢过来下板。那这样的话有点难受啊，只能看这个秘弩有没有博弈机会了。还有一个飞轮，但是好像飞轮也被骗掉。第一波击倒非常快，1分钟。Springer 这波追击细节拉满了，真的很拉满，就已经完全把控到了 UMP 的一个博弈思路。是的。 但这一局的话，因为比较确定的一个追击目标，所以外面的密码机也不是差很多，还是修的比较多的。没错。可能掏个化险为夷，至少有个2台半。那就看一下他这个救人怎么样去操作了，还是比较怕被拦截的。是。这边找到了。还是得交别。这闪现打出来。但是影子在椅子边。可以双倒，看有没有机会。哎，但是这边断影了。啊，有到了。那这里隐约也断掉。 等于是一波逼救嘛。走人走 CD。那就看一下UMP的2次牵制，先挂上。应该是牵制不动了，还是因为没有避弩了嘛，他没有办法进行一个后撤位移，只能倒海边了。是。而且他作为这个队内的 OB 位，他其实自己倒地的话，没有人能帮他来拖这个时间。是的。那调香师也已经提前撒手过来，准备去掏第2个化险为夷。是的，提前找一个位置卡好，防止被逼救。 现在这个化险为夷套上的话，即使前期牵制不是很理想，也能够去把外面的密码机都修亮。是的。只剩1台去打一个运营拉扯，但现在的问题就是下一波这个救人能不能尽量保证调香师不受伤？因为监管者也很清楚，我优势好的话，我尽量让你每一波来救人的人都要付出代价，都是受伤离开。那么你接下来一件事肯定不是修机，肯定是要补状态。那期间一旦被排到补状态的位置，那就说明歌剧有个多抓的可能性了。是的。其实你现在的话，你的时间是没有太多的，对吧？你中间你又要去补状态，又要去修机，而且你这一波救人的话，你要吃到一个拦截压力，在海边这个位置还是太容易去进行一个手椅滚雪球了。是的。 那可能对于监管者来讲的话，他这把其实是有很大的一个争胜面。对，小谎言有什么思路见解？你觉得这个歌剧接下来的一个想法是怎么样的？肯定是优先找来救人的调香师嘛。这个阵容调香师大概率是第2个化险为夷，然后他现在就只需要排，然后如果他刚刚注意到中场电击有在抖的话，他应该会往中场那个方向大概的排一下，如果排到的话就逼救，然后看能不能把调香师打到一个半状态，然后在后期去抓他们一个补血的一个时间。确实，因为调香师本来自己也为低 buff， 可能补状态会比较慢一点。是的，主要前期的节奏确实比较伤嘛。是的。开局的话，感觉很快，然后就进入到追击跟击倒。那其实对于后续求生者他们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运营的压力会变得很大。是的。来排一下调香师。这个时间段的话，你要密码机的一个进度现在是这边找到了，接近3台。哎，贴到椅子的话有机会无伤救啊，这样能保一波调香师的状态是非常理想的。这边有点小亏了，监管者。对于求生者来讲的话，也算是拉回来一些局势嘛。那等下只需要把大副的状态给补满就好了。是的，是的。再补上最后一个龙骨弓，那倒到一个离椅子远一点地方，这是 UMP 能给队伍最大的一个贡献了。尽量让监管者挂久一些。这边倒下去，直接倒下去了。这样的话，牵的挂的又久，而且这个位置如果椅子做了以后，假如有后续倒到这边海边的可能性，可能不太能挂上。对，这个椅子挺重要的。对。已经把状态补好了，那接下来就是看谁道具多，谁来扛压的一个问题。没错，现在的话3个人都要去稳住啊。
其实可以尽量让交往者去逛一逛的，拖一下后面的一个修机以及补些道具嘛。CT 准备偷偷蹲住一个耳鸣，影响一下 Sprinter 的判断，再去补中场密码机。而木屋也一直在抢。就算被找到了，他有双板可以玩。对，还有一个怀表嘛。哦，来木屋以后得到爆点，也是蹲了一下 ，Sprinter 有点难蹲了，很难受。两个人交合的耳鸣是让他有点去难判断具体位置了。对。是的。这个时候找不到人，特别难受。外面机子也在同时轮磨，这是一个很标准的3人运营。是的，密码机现在只剩2个半台有传送，但是找不到目标。对，现在就特别难受，因为你监管者找人要浪费时间，然后你找不到点上没人，然后就没有追击的目标，然后面同时又在磨这个密码机，然后你如果再去赶这个密码机的话，另一边又开始磨，这是很标准的一个拉扯局。这边监管者非常难受，非常难受。是的，终于找到副调枪了。调香师这个位置的话还是比较好牵制的。是的。如果前面求生者听到的话，也知道嘛，底牌是切过的，所以说不会是闪现，可以大胆交互。这边来管中场电机。那这里 Soba 也拉开。哦呦，有个抽刀。调香师可能要过来稍微给点压力了，中场的密码机很响的。中场是个80的一个进度。如果就是这一刀3个魔术棒吃的比较晚的话，其实可以回木屋修嘛。但这边这个单板也不太好博弈。但他这个2个加速利用的还不错，可惜这一波没有翻过去。对。那看一下中场能不能抢亮以后吧，抢亮过来救人，买状态应该还不是什么问题。但最大问题是什么？因为这张地图门跟门之间实在是离得太远了，所以说如果让副普来救，那所有人在大门这边办查，对于开门战有击倒能力，而且有手握一个传送的话，那就是个多渣。所以 RC 这里是让大船的人过来救。但是大副的最后一块表交掉的话，交掉了，开门战也不是一个好消息。是的，对，开门战你没道具的大副很容易成为一个针对目标，而且现在木屋的机子应该是还没压好的，一旦 CT 这里出问题，那就有可能面临一个多抓，有可能会过半救哎，那就卡满吧。如果说过半的话，开门战一个没有怀表的大副，一个上挂飞的魔术师，对了，因为来讲他的一个多抓面是非常大，非常大，回速。打到正非常精准，还来但是能开吗？踩个板应该能开，不敢开，不敢开。绕如果开的话，很容易被秒的呀。一刀，哎呦，大副翻的不是很快。而且这边知道你亮密码机那个人就在木屋，他可以第一时间挂人，然后去找魔术师。对。现在就看这个开门战的一个排点博弈了，是看魔术师在双11还是在这个海侧那边？感觉大概率是能够争到一个3抓的，就看谁他的一个排人了。是的，Soba这里是往大船那边拉。我的天呐，经验粉了！哎，这招传送，这样调师放香水比较危险。卡位，快速把门口的人击倒。被卡住了，一刀。那边还没救到人。现在调香，那边魔师绕了一个大圈。那这样的话，我可以先挂人，立马杀回双11啊。是的。对。就求生者位移毕竟是没有割据快的，所以割据完全可以通过开门战去打一个 PVP 命。他们2个，我觉得现在不能考虑都救了，要考虑怎么走一个了。就一个人点门，让Soba只能一个人来卡了。亦或者2个人绕过来，毕竟小门已经点了挺多进度的。但是如果是2个人来救人会很危险。哇，直接排到一个侧刀。如果Soba这边倒得太快，然后被挂上的话，甚至还来得及拦大门。还好Soba撑了第一波。是的，一个慢翻整色了，要还好去管门吗？大门应该是能开的，应该是能开掉的。这边还是选择求稳。对他想先回去看一下。2个人去卡小门，毕竟小门点过那么多的一个进度。他有点怕 CT 这边会绕过来啊，所以说得赶紧去回防一下小门。是的。他只要听到这边是没有人的，他就立马交回速回去。是。直接回去。这样至少能保证一个稳定的多抓。是的。还是非常扎实的，因为你如果说 C 想要绕过来救人的话，你需要绕一个大圈。交了个自愈，再来一个魔术棒，但是这里离地窖还是有点远的。对，哎，但是稍微丢了一下啊，不会，还好。很难走啊，因为没有道具了。这边地窖的位置并不在双11啊。是的。成功完成一个击倒，也是直接拿下了一个3抓。哇。上一边的，就我开始直接选，对吧？不管是调香还是不怕，
莫你来追我的话是很难去破解这个连板。现在也都知道跛脚羊开局不会太早的去交这个愿力，所以3台其实就已经进入破亿了。对，如果你敢选中间的话，所以这里阿卡还是选在了小船，即使会晚一点进入追节奏没关系，他3台愿力把大船的密码机锁住。是的，是的。这样的话呢，也是开局能让你稍微跑图嘛。他如果说选中间的。看一下前期的一个追击思路啊，因为他在这边的话只能赶1个人嘛。压迫一下史密迪。先在中场逛一逛，看有没有人。一网还在走，狼烟这里也得稍微跑一会儿。是的。求生者开局也是比较忙，都不太敢修。大船那边也是直接等密码机解锁。对。敢求稳。看一下有没有来海边修，但海边这里没找到人呢。那得追了。因为愿力都快满了。是，这调香师这个位置是可以直接站出来扛压的。是的。先窥视者，这边关进去，小失误。这边直接放香雪开砖了呀。这样拆围龙的话，直接开拆，然后拆了还回去。哎呦，好难受呀！直接一波香水废掉2个围龙，但这边还是会被破香，因为能量太多了。前期的一个能量能攒够80、90，基本上稳破消嘛。调香师的一个香水冷却还是比较久。是的。这里一个香水钻到脸上，一直主动权在调香师手里。没错。回香把自己回到地下室，好像不太对吧？不对吧？哦呦，这个走位。他还回不去。愿力还在骗，落地刀打中了。但是这边有个数量加速。还有他刚才没有愿力啊。巨刀哇！阿卡这博弈太细节了，压迫感太强了。我感觉他这一波确实在没有愿力的一个情况下处理的很到位，先打一波落地刀，再利用自己的一个跃龙赶距离。是的，非常细节，这波操作简直就是教科书式的，非常冷静。不过木偶师这里是直接贴过来了。对，因为这的话他也是怕你进行一个拦截嘛。对，直接掏秒救。这里其实可以在地下室那个对，可以绕一会儿啊，但同样的会攒愿力吧。他其实想的应该就是彻底的拉走这个地下室，不要去后面续上节奏嘛。现在也有跛脚羊那种，就是围住你出地下室的一个路，打你2次刀，然后让你拆龙拆得很晚，这样你就可能带不太走。而且我们可以看到，比 FORYOU 他们这么打挺好的。是的。这样打的话，其实阿卡他很难去滚雪球，因为他们这局只需要保平走1个的一个局嘛。是的。那打算挂回来去影响史密迪，那史密迪已经掏过化险唯一了，肯定不能在脸上破亿，换1台吧。而且没有通到大副，他是不知道大副从哪边过来的。调香师那个大船呢已经在修海边了。咒术师，我后面的第4台密码机和第5台要稍微慢一点，2个人都在跑，毕竟救的有点早。对，但是大副这个位置大好神秘啊！哇，但他自己选择主动摇表了，还是防一下窥视者。正常救援。是的，获得了一个大副成就，安度噩梦啊！放香水，看能不能36去拖一波时间。回香，感觉调香师这个牵制跛脚羊还是很好。这边想骗一手，但是阿卡感觉也是经验丰富，是的，知道你调香师怎么想的。下一波的话，可能要考虑去切一个传送，续一下后面的节奏。看这个通缉给到谁？给到木偶师，也是找到了。咒术师也今天拉走了，提前杀走。但 Roland 他的位置安全吗？我感觉要撞个正着了呀。现在阿卡又是一波满愿力的一个节奏啊，而且底牌没有交，等下切闪现也是可以考虑的。是的，就拖木偶师的一个密码机了，这2个人拉扯一下。也找到了大副，就 Roland 的位置有点太尴尬了，这里预判。其实交了怀表就已经达到阿卡的一个目标了。对，他是开门阵前把怀表交掉了。对，你就成为一个突破点了，没有道具了。等你表结束还可以继续追啊。是的，这边骗出来了。2个围龙直接哇，甚至能挂回海边，那意味着海边白修了，求生者会差1台整机。这把电机对于求生者来说非常难受，因为有1台是角落机，他们被迫去修这台角落机，然后咒术师这边能拦住，他选择往海边挂。对，但是手上也有一个切时长的角度，很难受。他们角落机修完了，还要来这个小屋修，要跑非常远，电机根本修不完。这边对密码机有想法，想先插个窥视者。连窥视者没关系，因为大部分屁股很铁，能做非常久。
那2个人都不能再倒回海边去啊，都得拉走。但是都不好拉走呀。现在都不能吃刀啊，谁吃刀的话就要出问题。哎，这波配合很好，对，帮忙拆掉一个一波。人拆楼，那这样阅历不太够。Roland 这里对的没道具也能够先拉走海边。有机会了。如果你死抓的话，那咒术师是有可能补机子的。这边要给压力回防。是的。那这样大夫赶紧得修台补了。他现在肯定拖愿力嘛，比对你外面兴起，因为你外面2个半状态的，我可以慢慢拖。是的。咒术很关键，这波他能不能先把这个飞轮跟咒像给交出来，去废一个龙？但是感觉非常好废啊，因为他现在已经3猴了。但是这个位置还是比较危险。哎呀，猴没有交出来，带着4层的一个猴，但是这个求生者是不好救人的呀。这边要往这边牵，往远挂。对，他甚至后面可能切传送去找肉了，要拉扯一波。可以直接打你一个这个脸上有名可能要放了，看你修不修。让你去进行一个救人。这边直接贴过来，防止去管大副。第一时间给压力，这个做法很聪明。想走过去吗？感觉可以过去了。2个围龙直接赶过来，因为大副没道具。对的，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就是他再把大副击倒，挂在这个小门，可以控一个门道。没错。这边应该是没有拆完这个围龙啊，那2个人选择都抢密码机的话，其实这个救援很难说，有点难处理了。而且这样处理对于阿卡来说，你海边压机，我就知道海边到大门太远的距离了。对，一旦我手椅上再拦截一下，甚至让你救不下，那开门战只有2个人。他这里只要找到莫偶师，莫偶师就会救不下来的。他哪怕我说底牌切一个巡视者放狗咬，对，或者用围龙去拦住你都可以。是的。这边莫氏压力很大，这边直接2个龙色还可以有一些机会，但是没有大副比较能做。对，没愿力应该是再交一波路易能稳定救，甚至不交也行。大家可能会被打飞，要被打飞，有点吓人。还行，密码机但是是的，大副极限的一个救援啊，很极限，但是现在谁也溜不了啊，走不掉啊。就看这个撑不住，秒掉大副的莫氏还在脸上，而且宙斯离门也太远了，他这把甚至有机会去争一个4抓。4抓概率特别大，因为这2个人很难站点。莫尔斯因为他把路易全交了，所以他现在是一个半状态，他是扛不住不良的。可以先往海边去找这个莫偶师嘛。阿卡感觉秀杰很敏锐。再往前的话，听到耳鸣，那就大概能排到是迷你的一个方向了。哎，直接精准找到了。大船。那现在可能也不敢点门啊。不敢，完全不敢。先挂一下。哇，主要是就算你点门你也点门，而且等下交一个传送，发现没有人的话，还再回防完全来得及。对，交围龙回来，直接切了。但是没有人。那个宙斯该何去何从呢？点小门也可能来不太及。救人的话，那2个人位置又会暴露。救人走一个，但阿卡可能会先来一步啊。这里只要他交围龙是会比宙斯还要快的。但交3层咒像应该能先救下来。没排到耳鸣，等救，人救下来了，要回去了。哎，阿卡看到了，拆龙的位置好像也离得更远了。他第一时间是没有发现2个人救的，他把这个围龙给清掉了。那这样就有机会跑一个了，因为传送已经交过的情况下，接下来还得找到人去击倒。是的，但这个脚印已经漏了。感觉莫偶师其实也躲不太住啊，失去，但是没有用。对，但这里没有传送，而且挽留还就剩20秒。大门可以点了，但是宙斯这边还是没有选择，哦，还是过来点门了。这边想牵到小船，但他这个点门的一个时间感觉不够呀。对，浩克之道是有加速的，所以说尽量往大门挂。2个围龙还是有机会，有机会，双方都有一定机会。看阿卡会不会多移吧？他如果多移这个宙斯不点门的话是有说法的。我觉得他现在直接去不需要任何锁定了，直接冲就行。但是还有3层猴，这个围龙一个双龙过来，但是第2时间没有钻过去。宙斯选择直接按死猴，3层这样交出来，把这个围龙拆掉，有机会吗？围龙掉了，结束了，太极限了。还好这个围龙掉的时间，足够这种思路好的选手去发挥。非常考验你对于后期的一个纠点的一个把握，还有是否要开始起追击节奏。是他前期就可以不着急嘛，现在能够影响到你多个人的破译，会是他比较想看到的。他其实都可以，反正现在台球的话，就是前期先走2圈，攒攒这样的自己的一个击球点。是的。然后去挑选自己心仪的2台或者3台密码机先锁住。看一下阿卡的抉择，先来逼一逼火灾调查员，毕竟火灾调查员的道具一旦被消耗了就不可补充嘛。对，如果能前期消耗掉是很赚的。
是的。那其实我觉得台球的话，抓一个带化险为夷的位置可能会更舒服一些。这医生他不一定是最优解。对，提前把2个击球点放好，然后等到修了一定进度再放第3个去封住机子。这边倒车骗一下红光。这里感觉第一个气囊，他也不知道弹射先消啊，先把弹射消了。而你这边还没有去进入到击球点去给到一个加速。我感觉他会换。再来一个翻板加速。他这里的话也是第2时间再去给到自己加速。直接追了。气囊利用弹开。但是这个位置好像给到博弈机会了呀。是的。这个板区的话比较危险，得架回来吧。如果是这样的话，下个板再去用。闪现！哦，还好。开到刀了。哎，这边没有把自己第一时间弹开，还是让了一些身距。有一点小失误，但没关系。张皇也是解锁自己的一个1阶。我这边过来没扎到，被走位扭掉，但是这个气囊的话是没有弹掉的。因为他刚弹过嘛，没那么快冷却。是的。那这个击倒切入其实很舒服了。感觉双方这个博弈两边的压力都很大。对。那就看这个剩下来的小青蛙能不能伏笔一下。毕竟你如果去处理的话，有可能 Roland 这里要找机会偷的。脸上可以打掉吗？应该远端的不敢去了。对，他不去，太远。现在的话，整个中场这两边那个密码机是受到限制的。而且佣兵这台也被回退了。想去找，但是最多应该就是收回来。主要是有主球啊，没办法，限制他的一个转点。就看一下36这个气囊能不能发挥作用吧。再沿途去封一下密码机，看到了角落，但击球点不是很多。那脸上的是医生。那医生没有说第一时间找到佣兵那边去补状态，可能想要2救一波，然后再考虑补状态吧。是的。因为狼焰他虽然没化险为夷嘛，但是他自己吃刀救人以后，他是能自己补状态的。对。医生救人这么大空地过来，如果被主球主球已经用过了，交出去了就直接过来了。他有飞轮，蓝是拦不住的。是。外面电机可以去打针对了。对，因为打医生没有用。想扛刀。看能不能扛到，针对刀能打中吗？打中了，非常精准的一个针对刀。另一边把佣兵的状态补起来，那医生在脸上不抓，可以直接抓医生的。是的，他也可以给医生压力，骗那边的人出来修机。对，我机太少了，我密码机特别少。那他这根线的话，就直接封锁住两边那个密码机啊。想来逼一逼救人位的道具嘛。甚至还不着急，现在太多了这个道具，上压力，还是刚刚直接抓人可能会更舒服点。他可能也是想着先封密码机再来抓人。是的，他这样退密码机的同时还能攒击球点啊，而且还能拖闪现，何乐而不为啊？准备一起追了。对，毕竟窗户也不敢翻。医生，这个翻，哇，就怕赌你不交闪，但被抓到了，放在角落。医生的一个牵制空间也不大，得自己去交自己的一个正技，强行去把自己扎满。一个抽刀，因为你上车了，所以可以省一个小药瓶，不然就连扎2下了。对，你说这个小药瓶是根本省不了的。对。飞轮跟药瓶可能。但这边有地下室呀，那闪现能吃了，但是能倒地下室了。后面没化险为夷，这地下室很难受，进不出啊。对，而且后面电机特别少，同时医生也没有回光返照。但是他这里是没有想挂地下室，因为他觉得什么，你密码机还不够。对，我目标是3抓的话，我可以挂这个地下室，但我目标是4抓，那么我挂上面，我觉得只要把密码机守住是有机会的。是的，也可以。而他一条线就可以封2台啊。应该是要打算集中控一台。不伤了，那这样稍微挡下刀，现在摸慢呀，这一波。对啊，能扎回来，扛到了。那这一波有点小亏了呀。甚至可以省一个药瓶。让医生进入到前面的板区，他就能满状态了。换追的话，国人这里还有道具的。但是飞侠得带走呀，他得带到大网去，他不能倒。刚刚那个飞行器交的很关键啊，这一个悬停飞过去，把医生给救下来，给到了回状态的身位。这里好像板子已经处理掉了。再追飞行家的话，其实收益也没有那么高了。是的，因为他们这个3连已经被破掉了，所以
飞行家在这儿的话，反而管不到那个医生的密码机。哎，医生被吸拐了，被抓了。刚好扛个刀，手动也帮飞行家扛一刀，感觉也不亏啊。因为打医生。 医生就看能不能扎满了。是的，哦，这个博弈个头，这太凶了，太关键了。满了状态。那这样还是得抓这个飞行家。是的。啊，现在的话，他这个后期是打得比较难受的。再去用主球控一波密码机。对。飞行家还有一波飞行器，直接交出来。先交出来，那这样又能拖一点时间。 不用这后期拉扯做得很好，但是道具飞行家已经被憋光了。这2台小房的密码机实在太近了，所以说只要去管住另一台密码机。但是他这个时候出来管密码机的话，也是给到飞行家摸箱子补道具的一个时间。嗯，是的。有医生在，又能保证外面的求生者状态很好。对，这就是医生让很多控场期间款比较难受的点之一。对。 医生就最克制你这种喜欢来回拉扯打状态。哎，但这边线没有摸好，他的一个治愈进度应该是交了小平之后差一丢丢。那他2挂呀，而且是挂在了一个比较多的密码机。对，而且外面电机太少了，密码机特别少。只要用给了一个大击球点去封住 Green 的那台密码机，再用主球甚至下波闪现也好了。是的，还是差的太多了密码机进度。哎，封歪了，好像封歪了。 但是也只有50的进度，其实也不够，得扛到刀。对，而且他没有回光返照啊！我打针对的话就有主球啊，起码能用主球打一波，就看这个侧刀能不能打到针对，或者说先把佣兵给抓走。哎，要闪了，直接闪现，对的，这边还想扛，交掉了。对，想交互换来扛嘛。但是开门战前再挂飞一个，但是还是有拉扯空间的，因为他开门战前把闪现交掉，而且他机会也没有很多，然后又没是买道具。嗯，他没有时间去管飞行家那台密码机了。是的，有机会走一个。 2个人都直接亮道具，就看这波处理 Roland 的速度快不快了。但有2个互换比较难处理。哎，他们选择在同一个门牵制。这是一个反心理，就是如果你想追多的话，可能击倒以后会去另一个门，但这样会出事儿啊。Roland 倒了以后，还有一个门没点。对啊，主要这里太近了，他没有办法去点门，点门就暴露自己的位置了。对啊。 所以阿海如果说能察觉到这一点的话，他还有机会进行一个4抓。是，风险跟收益并存。博弈到了，没想到这边他选择第一时间先去这个红伞门。看到这边门没有人啊，一面门已经快点开了，还是没有猜到啊！我的天呐，这个反心理，对这个起作用了。这个博弈也太细节了。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我就在你脸上牵制，你能想到我在这边点门吗？根本想不到呀。 这样的话，应该回来把佣兵给捡到，也是拿到一个3抓。对的。还可以吧。对于阿 C 来讲的话，他们其实也是在对方进行选图的时候去拿到一个阵容，他比刚才那个阵容他是更能牵制的。对。但是呢，刚才那个阵容他其实中后期拉扯更厉害，因为更有医生嘛。是的。对。所以就很考验这边监管者抓机会的一个能力，看能不能抓住球员给的一些机会。是。7项的话。 佣兵这个位置应该可以前期先往监管者脸上走，就是绕一下，绕一绕，对，绕到中场区或者说绕到后面去，就这个3连后面。是的，因为这个地图它有很多非常厚的一个建筑物来做一个分隔，因为它不能把这是直接先往佣兵的方向来排一排吧。先赶一赶，哎，这边藏红光，看能不能绕到。要重点了。我觉得对佣兵有想法，确实。 先避一避嘛，对，正常的，因为你拿到刀的话，这收益太高。哎，想提前刀，差一点，尽量想去逼个护卫儿。是，啊，约一个，先交一个护腕。那现在就可以考虑去封机子了。是的，抓一下气象，都是奔着这个疑似化险为夷过来。哎，但这个搏一根。 4个球放骗一下，他想骗走位，把枪骗回来啊。但这好像反而有点亏。不过他也不上道。对，这边反弹。反弹。但是这边有一个博弈的说法，走位想躲强风，但是还是控到了。还是很精准的啊，估计还是闪现开刀的一个。感觉很会牵制台球手啊。对，这边每一波惯性都非常难受。 直接交闪过来去开第一刀，解锁自己的一个技能，但是这样现在道具还很多，可以选择去拉点。这边可以平地逼一手啊。
对，看能不能逼掉他的这个道具。他手上得给一个云啊，这边只要交主球的话，这个云飞起来。那你用完云之后，我就可以用主球捕捉你了。对，没有道具去规避这个主球了。你看他这个云稍微有点高了，就是不太能拉开身距。对，反而因为这个小走位，不过也是一样的，毕竟你躲了主球，你自己这个位置就比较尴尬了。是的。他贴墙是贴了，但是人在墙最里面出不来。还能再逼一波。能走位压一下空军，能拿刀啊，没有飞轮的。哎呦，差一点。差一点身距，很大胆回头翻了。那这样还能过来用一杆枪去压迫，但富库这里是爬远了，他不想干扰大房。假如他没爬的话，这一波空军说不定还有机会欧逼下来。是的。脸上这种密码机现在就有点难受了。主球在干扰下，哇，佣兵的也会被干扰。对他这一直在追击，虽然上蚁的时间会晚一点，2分钟以后才上蚁，但是全程是比干扰密码机干扰比较多的。对，而且因为空军他在这边干扰为首，所以他的密码机会被推2波。打一刀7上赶紧拉走啊！看看要不要去交这把枪，让他进行一个26了。就看一下有没有。哎呦，被抓到了，那还是没有一个26。应该是要倒角落。空军这台机能开掉。选择是倒角落让空军进行一个3救吧，看他要不要拿这把枪去给点压力。给26空间，其实有空间的，因为这里是一个楼梯，它是可以卡位的。但始终还差台满机啊。对。外面飞行家的话，其实修的还蛮快的。他修2台，已经一个人要修2台了。可能修完2台还得修1台。是的，还得修。但也没有关系嘛，毕竟他是一个有修机加速的男人。是的。摸了根。这里是解擦了。感觉这把枪开的一个时机是不太对啊。他可能想无伤。对他就是感觉你不会打我，我就开枪，结果两边撞上啊，就我刚好打你，刚好开枪啊。他应该是想扭一刀，然后立马开枪。是的。直接飞上去。还好这边气象是有一个道具呢，这样2楼的板子还能玩一下。逼闪。不想交闪。想闪。毕竟只击倒一个人的话是不够的。我抓到了，哇，高低差太准了！主球推杆用的非常好。那把闪现省下来，对于他第2波续节奏就有帮助了呀。而且外面有2个半状态的人。佣兵是有机会争自己扎满，但是刚刚解擦的一个原痞自己状态不太好，也没道具。是的。这波压脚步看能不能躲过 Sprinter 的追击。他其实知道空军在这个附近的。但就看他要他现在得去找飞行家，先找那个满血的。对，他想要去管控这个密码机。是的。他这里留了主球是不怕你修的。骗一手，哦呦，骗到了。把原痞但是骗出来了。外面机子也在修啊。有反弹，再拉开。还是得追。不知道我要往哪个方向去。那 Sprinter 的战术打法就是什么？我这一波尽量开门战前把所有人的道具消耗一下，而不是说我要去把你多打几个上挂。他要给每个人都要给压力。闪现开也有自信把下一个闪现拖出来，再回去管密码机。对，就是要两边进行一个拉扯，而且那边的话是有一个单独的点可以用主球去拖住的。已经开始修第3台了，就是三台的一个中间的一个位置。没错，这样的话再回到花坛这个方向，空军虽然说跑得很远，但这个密码机是完全没怎么动的。好，又来一个，还想把密码机。佣兵的密码机一起封一下，再逼一逼佣兵的道具也行。是的，先把佣兵电机回退一下，然后再来找飞行家，就给每一个人压力嘛。守密码机这一块还是会让强者比较难受的。是的。但那边空军直接摸了一个娃娃，这个娃娃开门战还能点门，太关键了呀！而且这边这个想不到呀。而且 CT 这波可以省道具了。他可以说，还是交了，求稳交了。他其实可以吃一刀，然后再去找娃娃磨，就娃娃变成一个那个治疗站。对的，反正我摸人也不消耗耐久嘛。是不？这样拉扯下去，主要是 Sprinter 觉得我要拖闪现，很难受啊。现在没办法，两边就是一个拉锯战，你这边不敢修，我这边呢也是一直要耗你的道具，把悬停也逼掉。这边应该是要直接追了。毕竟机子再拉扯，可能也快
修够了。但兵家现在也是把自己的道具都交出来，还是要倒。倒地了。这个移速的话还是很快的。而这里挂完人之后呢，感觉求生者他救人的一个距离也是比较远，现在佣兵赶紧贴过来。到时候会有形成一个局面，就是古董商他点门慢。但是还好，他有个娃娃呀。他是空军。哦，空军点门慢。对，他有。不过椅子上有人。哦，娃娃贴门了，对。对，娃娃贴门了。再来一个能量。直接开密码机。能进一个贴门。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去秒掉的话，感觉应该都是能保平。哎，看能不能抓住点歪，在第二时间抓到了。得抱过去，得往那个门跑。他现在只有点有点不够了呀。哦，就有点续不上了。是的。娃娃应该能把门点开，两个人都往门走。是的。这个机械傀儡还是太关键了。对，有一个人帮忙点门，那他压机的话，他是不用跑图就可以直接去贴门的。是的。而且佣兵还是满状态，将顺利的保下一个平局啊。那这样就是拿下一回合的比分5比3领先，对吧？我还是可以打。而且有一句话，我觉得说挺好的，你克制的是邦邦，你又克制的不是我。感觉是选手可能还能创造更大的可能性，可以用自己的一个理解和操作去撕破对面的。可能要面临一个追击，但是他可以保一个机械傀儡嘛，自己再去起点做个车啥之类的。对，他得上2楼的话，打邦邦应该还是稳拉点，是的，没有那么好去拦住他坐车。但你做完车之后，可能就不太好说。经典皮肤，他把自己的一个玩偶是放在了靠近鬼板这个位置，先藏一下。卡一下耳鸣。看到了，看到了。感觉丢2颗雷可以顺手去处理掉啊。对，哎，但第一下没炸到。对，这里的话，这个雷是丢歪了。那应该是不想处理了。3月图确实阿勒夫的经典时装了。我感觉机械师他这样的一个转点，其实很难去拉开足够的距离。只要拉进身距以后，就看一下能不能楼梯去卡一卡嘛。你应该是要卡一下高级差。哎，这里可以吃一炸的代价去翻啊。哎，可以，那很可以接受啊。而且能把自己的弹射给利用出来。对，而且他的接可以是保活了。那这里连雷就有点难过了。哇！这个博弈，这个板子感觉要吃2个炸了，要被架死了。飞轮能去操作一下，先用走位躲掉一波。对，那这里短板直接连刀骗，他也在扭，我去给你主动的去下板，还有可能要小心飞轮进一波。可以飞轮木压一下吗？哎呦，可惜，没办法。阿勒夫他这边是没有选择去出刀的，而且这边可以挂回去。骗你的飞轮。那娃娃的话其实也很难去破译了，甚至可以挂地下室。他这里挂地下室的话，其实对于球员来讲很难受。对，逃脱大师的一个作用就发挥不出来了。而且娃娃是修不了机的。对，娃娃就在楼上。所以娃娃一直被赶，他只能修河边了。那对于球员来讲，他这个前期的节奏还是比较劣势。这边要这个耳鸣，所以要补雷。全塞。对的。逼你来救，如果说你不救的话，那街师就会很快的被我淘汰掉。是的，这娃娃在外面基本上没有修到电击。而且他这现在才摸上，技能没有交过。对，只要这个雷一引爆，我马上就可以把街师放飞，然后交移形去找下一个人。是的，太难受了。但外面的也是比较能自保的角色吧。入殓师这里是完全可以在帮忙第2次追击的时候扛压的。过来找头大师，看他是一个棉炉，对，先把你走位封住，不让你走。哦，炸到了！哦，这边直接一个预判雷预判到了，这太准了。再炸一下，没有炸到没关系。现在的话，走位也遇到大空地，被动被打掉。有机会秒掉怎么说？感觉这里的话是牵制不太动了。这边能进板，只能靠这个板区了。抽刀没抽到。再给一个棉炉。这个位置的话，它只能在明烟炉的一个持续时间里去牵制啊！一旦这个烟结束，它就要炸到一下。哎，看稍微丢失了些，但没关系。有遥控，直接收倒。那现在就是1枚化险为夷。然后明天怎么救人呢？机子还不太够。
对，看这边修完，他又去活马修呢，他跑很远的图。主要这边入殓师的话，他过来去卡着让勘探员去破译，但是对啊，没错。被找到的话就很难救人了。对，找到的话他有一定时间不能救，坏了。交灵柩，交灵柩。对对，灵柩能稳住一波。再炸一下。哎，还好。这样的话还省个灵柩。对他没有炸到，有点伤。对，这边入殓师走得很细节，但是还是被遥控雷击到了啊。那我觉得这波不能交灵柩啊。 自愈起来，然后再救，再过来拖着灵柩救人。是的，哇，但这个雷太准了，没办法。感觉陶大师这里还要再上一波挂呀，而且这个时候入殓师他的一个自愈进度也不够快。对，挂远的话甚至有可能来不及的。对，就似乎只能亮了，而亮的话，史密里这里位置太尴尬。看能不能走一个吧。走一个吧。对，让勘探员去走终点，然后入殓师在这边给压力吧。 这边，哎，挪到鬼屋里面了，那咋救啊？但是他这个人那更难救了，其实可能要卖了，挪到起点开吧，高点，要不开了吧？怎么说？我感觉得还是亮来，但是很容易两个雷打。勘探员他现在没有在压机啊，哦，第二时间再回来去压密码机吗？哦，这样的话入殓师半状态，想硬掏不够呀，能救吗？用雷没摇到，失误了，这样的话从老板招救下来。 哇，这一波入殓师太关键了。对的，阿洛夫这个邦邦他那波雷是没有丢好，太关键了，我只能说。那这一波2连雷收倒，手上还有一个底牌切船的机会。对，现在甚至应该是不太能点的，甚至有机会去拉扯平局，因为入殓师他开门还有棺材。是的，就看他有没有见过这个勘探了。那起码能够走一个。对。那勘探员的话，他也是要自己去溜一会儿，因为地窖的话其实就在河边。 只要他自己能牵制起来的话，入殓师这边点门，他有机会去保平局。是的，而且勘探员双人分人都在，还有满道具，而且这边有地窖。对，铁骑加速，有一个滑梯，一个磁铁能上滑梯，有高低差。连雷，哦，拉开，门已经一半了，弹开。 再给一个磁铁，炸到了，但是还有飞轮吸一下往吊冲，飞轮博弈，这波冲的有点早，这个沟通两个人没有去交流好这个时间啊，差的也太久了。其实先进板子留个飞轮再找机会，而且他有块磁铁的，有点可惜。这里门的话，90的时候就在冲门，还是。 太早了，如果非常适合梦之女巫的，尤其在这种大地图，你补状态的一个时间会比较紧凑，没有太多的一个容错率。一旦你救人位给到机会，女巫是很乐意去摊个双倒，然后起个尝试双挂节奏，基本上都可以追。是的，选这里的话，只能说赌你终点是打一个反心理，看他是哪种追击节奏，甚至是不是巡视者都不好说。 对吧？有时候你就是要打一个出其不意。追击目标也是直接来到鬼屋，那找一下先知吧。先知这里还是比较大胆的，先摸一回密码机，看到。毕竟你看不到本体动，你只能看到信徒动。对，但蛇标不会骗人呀，这肯定要追了。但不过他是唯一一个带有双坦的。先架住。 带好前置天火了，这样的话把弹射给利用出来。想送机身直接送啊！第一刀给的很快啊！那就看一下这个翼鸟能不能帮助他卡第一只狗了。4口狗还是有点难度的。感觉这个卡狗压力很大，有点难。而且这里的话板区交互太多了，在这边2块盘的有点长啊。对他如果说拍下来的话，他是更难去卡狗。对。 这样咬到一口，心都已经把板子给碎掉了。前面这里得卡一下，得飞轮卡一口，再交鸟去顶最后一刀。对，这个飞轮得交得很好。怎么说有角度，再翻板，得交鸟了。这只鸟感觉得给这条狗能卡掉，再放一条。但是接下来在短板怎么样去攻击第2只狗呢？我再咬你一口，你如何应对？这边应该是没什么办法啊。是的，因为前面这个板子也已经下掉了。对。 那这样前期的一个击倒时间还算可以接受，接下来就看救人的稳定性了。外面的化险为夷是非常充足的，我觉得可以让就近的人过来。对，谁都可以救。哦，还是让守墓人提前撒手过来了。是，这条细节想让先知去蹭一下他自己的一个继承标，但是有2个。对。已经是让守墓人贴到鬼屋了。
这边往鬼屋再排一下米，但是他好像不打算直接冲过来救啊，他没排到，或者说只卡着救一波。因为知道你这边是一个 B4局，所以我没有必要去着急救人。而且机会2战修量以后，也意味着不会有半场3连的产生。想要保状态，那其实对于监管者来说卖了接受啊。我觉得一波都不救了。如果是这样的话，一波救了，那反而救人位会受伤离开，不如就是完全不救。 外面再想办法把电脚补亮，是的，让古董商去把第2台修亮。哎，发现守门人了，找到了。对监管来讲完全可以接受，因为他知道外面2台密码机在修，那我这里就已经等于罢飞先知，但是直接抓守墓了。下铲以后，这个巡视者就没有任何作用了呀。他这个巡视者可能交的有点早，稍微有点早。他如果说晚一点，先把你这个铲子逼出来，下个铲也能掉，就下嘛。 就他得等你这个铲子被打掉结束了，打断他。对对对，才有机会去放狗咬他们。那这边得过来找原撇，那还是有点小亏啊，不然这会儿直接放狗就能拿1刀。对呀，能开个刀。哦，还被砸了。而且寄生信徒这边也是直接被压在板口啊。看接下来拉扯会不会找点机会了。 但往好处想，他现在可以把这边的板区都破坏掉，是消耗一下地图资源，也是女巫很重要的打法。对，其实这3台密码机很近的，3站，然后鬼屋2台，对吧？他只要把这边板子一踩，等下你这个修机压力是非常大。狮子不太好干扰，狮子的一个机子，而且守墓人的一个铲子都不是满耐久，都有消耗过一个进度。先记一手，只能慢慢找机会了。 但是因为他这边的话不能乱啊，他必须得尽快的去给到压力，不然等下信徒就要被消掉了。能逼道具，这里拉球能规避这一刀包夹。是的，这边也没有办法，把板子拍掉。这样把3站让出来，3站能补亮啊。对，完全不怕你直接在3站修了。再开个枪。 感觉这边的话，密码机有点守不住了，守不住了，还另一台还在鬼板那边，太远了。等于把3连密码机外围的这台给让出来了。而且这里幸运儿是送掉了寄生，场上的信徒不够啊，好难受。他如果去管另一台的话，古董商也能给狮子机压力，也就是说狮子机也能够去压的一台机。这边碎队队角色非常好啊，就是他们这边第一波没有救人，把所有人状态的道具全保住，然后后面。 电击也非常远，你也很难去。而且主要是守墓人他不怕你的巡视者呀，是的，抓守墓人你只能切闪现呀，很难受。这边而他有2个满铲的话，其实中期已经很能抗压了。对，然后外面又是古董商的幸运儿，感觉还是出在那一波就是去放狗咬守墓人的节奏上，不如当时直接去管外面的古董商。对，这边占一下机子，甚至这里也是可以送的。 就是你这个寄生信徒送掉，我狮子机就可以完全放心的修了。没错。而你起点一个单的原生信徒是没有办法快速把这个满状态的守墓人处理掉。而 CD 他这个守墓人属性太高了，这个铲子利用率是非常满，下了几波铲，现在还有2个铲子，一点机会不给。那这里机子已经快压好了呀。而且市场直接被打2棍，在抢点。 但是这个密码机还是能被踹掉的，但这个市场是不是切的有点慢性死亡啊？说实话，这个市场不太严谨，因为他手上实在是没有人。对呀，你最忌讳的就是续不上节奏。这里给1刀寄生，但是另一边他是可以去掉的。他的技术是在 CD 的。对啊。现在没办法，现在没有技能很难。原生没办法杀人，这里铲子可以接着下。 甚至上一波移也不是不能接受，对，除非这个追猎叠满，然后守墓人的铲子没有下出来，抽也没抽到，也是没办法，只能把板子踩。这就有点糟了，因为另外一边的那个密码机已经是在修了，信徒被去掉了，对，能压好，没有底牌的一个梦之女巫在后期还是太乏力了。 这里再撑个5秒，甚至一个擦刀机子就够了。对，守墓者他们可以选择直接亮。这样的话 ，CD 还有铲子，还能够再挡一只能一个正铲拉一波距离了。信徒和本体都在这里。他如果极限距离，他可以用这个铲子来挡1刀嘛。他们跑一个就行，甚至 Soba 就是在 CT 被击倒以后，他就不走，他就继续卡着。哇，还吃到了一个寄生刀 CT， 太秀了。 这把他这个守墓人的抗压实在是拉满了。是的，
这边一点办法没有啊，不给机会啊！前置100秒，而且这里就倒在起点，也知道你是失常了，没有办法赶到另一个门。对，迟迟处理不掉脸上的人。我一点办法没有，就是全在这个半场，另半场控不住了已经。队友那边已经把门点开了，这样可以拿到一个平局。那这样的话，也是恭喜 RC 获得本场比赛的一个胜利。没错，哇，不得不说，今天 RC 双边的一个表现都是非常出色。监管者一直在发力，求生者呢也是在后面稳住了自己的一个操作。去追一下外侧的魔术或者是不动，可能会更好。看看选点吧，对吧？因为他们这个阵容的话，大门的这个救人位应该是没跑的，但是谁来扛这个小船的压？到了海边的一个地形。而这个点的话，风机大概率是双 C 角落那一台。这样选点会有个好处，就是开局可能会离最想追的古董商比较近一点。是。好，看一下进入比赛画面，开局的话直接朝着那样的古董商去了。没错。先来大船去给一些压力，因为带了一个兴奋嘛，肯定是要追一下这古董上的。但是你在大船你不放一个窥者，其实有可能会被猜到。对，因为毕竟是直接追击古神了嘛。感觉古董商牵制跛脚羊还是比较好牵制，起码在你兴奋好之前，你都是很难拿刀的。对的。结果跳下去之后，就要考虑释放一下自己的迷失之龙了。这个阵容给你，你会选择追他吗？仙欧梦？我应该是会考虑追一手魔术师，因为古董商确实博弈会占很大压力。哎，但这里的话直接拿到一刀，哇！这个时候兴奋还在手上，那就比较优势了。我在意，但是这波哎呦传了回来，还好飞轮按出来了。有兴奋，这边也是预判了一手。哇，非常华丽的操作。通过自己在龙之间的一个空间扭转，废掉了一个龙子，而且这个围龙还没有框到古董商，那应该能猜到是兴奋选择交易点子，把兴奋给逼出来。这落地刀也没。那这样子能续过这个兴奋吗？好像不能好，又废掉了，龙没了，娘！哇，他的操作太夯了。是的，那这样再照一个龙子，手上还有棍。是的，这样的话再通过自己的一个加速。还能拉扯，还没有打到。这个围龙又废掉了，7个石刀再回到双板区，愿力续不上了。这个追节奏非常差。密码机已经趋向一个快3弹半了。击倒的时候，可能最后2台已经要起上了。所以说，确实这古董商是比较难追击的。古董商追击就是骗一棍还可以，就是不能跟他有太多的博弈。还是追古神的时候会有的时候你就是得让他自己博弈自己。你要是跟他博弈半天，反而他这个牵制时间就牵制起来了。就得莽，你如果说莽到第一波，可能古董商他就慌了嘛，他就操作不出来了。先交出怀表，大副的话看能不能拦到这一刀啊！哎呦，差一丢丢，那这边应该能提前打到，可惜。刀尖填血啊，那这个淘汰进度可以稍微卡一下。主要是他现在还有很多的一个淘汰进度嘛，这边吃一刀选择救人，而且他这个倒地的点位啊，也不会干扰到外侧的密码机。你看这边甚至还想要。能不能去拖过自己的化险为夷啊？可以再消耗一点愿力的。对，再逼掉你的围龙，手上还有一棍呢，还是被击倒。倒回海边，以免影响到小胡的那台1产。那现在这个密码机进度是肯定是够了，对吧？对，压满救的话，时间是能拖够的，就看针灸怎么样去处理这个后期了。很有可能是一个4人看门战啊。不过也是想稍微往木屋方向挂，干扰一下小胡的破译嘛。但是他这里的话也是有一个被直接无伤刀的风险，要不要切市场呢？直接切市场，要压迫密码机，再回身针对古董商。但是木偶师这里就是全力守护古董商了，而且现在愿力会有一点续不上，对，愿力被打空了。手上有一个飞轮，跃龙加飞轮跟钻没有挡到刀。哦，那这波失常的战术就打出来了。是的，保平面的话应该是有的。他这个还是非常果断的，他如果稍微犹豫一下的话，这边人就跑远了。而且密码机当时进度是80多嘛。对。现在这个残局的话，他就得慢慢去拉扯，可能要攒一些愿力。开门战反正现在平局先稳下来了嘛。对的。这边的话是知道大船是有一个穷者在破译的。想守一下大船的密码机。
这把如果说后期开门战就是开门战前道具消耗的不错的话，感觉开门战甚至还是有些3抓的角度，看看能不能把大副的怀表给逼掉吧。对，因为跛脚羊他不是特别依赖他的一个辅助技能。去博弈拖板刀，但是被盖了一个头，是直接砸板了。RC4现在因为也争不了私人开门战了嘛，所以他们会打得比较慢。那边小吴也是在第一时间接手。他们好消息就是，如果真的是小吴压最后一台的话，贴门是非常方便的一件事情。针灸他这边也是，就象征性的去消耗一下你的道具。好像一直想逮一个魔术师的位置，但是没有看到那个魔术师的位置啊。对，而且他要保证自己的一个高愿力的一个形态嘛。这样子的话，小吴的密码机马上就要压好。就感觉他其实不太好跟这个木偶师缠斗太久了，因为开门战这个人肯定是不好秒。是的，他会回光返照，又再次保持满血嘛。手上如果是一个大副或者是一个魔术都还可以。密码机压好，这个时候其实可以考虑通电了，直接亮了，是不用害怕的。他身上甚至还有刚才教的路易的一个形态，这还可以再去教出2波的一个路易啊。而且前面传下是个地窖，但愿力比较多，应该是能够去留木偶师去挡一刀，完成击倒。不过因为已经提前切过时长了嘛，所以说也拦不住小明的2个球身了。摩托皮这边也是获得了木偶师这个入木3分的成就啊。对的，因为刚刚切过了底牌，所以现在也是一个平局。那其实我觉得对于 Arx 来讲，他们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呀。是的，对，他已经是立于一种不败之地了。就是我拿羊的话，我是很难被你3跑的。我不需要争4，对我保平能力也可以，是很稳的。然后这样的话，我基本上我奔着平局和3抓来打，先看能不能把第1局的大分给你抢下来。那应该不会有特别大的一个变数，可能开局就会去找一下这边的咒术师。看他带什么技能吧。对，其实感觉木偶师这个位置的话，也可以去，也可以考虑一下。对。跛脚羊抓这个木偶师的话，那就直奔咒师而来啊，目标非常明确啊。是的，因为携带的是一手兴奋嘛。而且其实求生者他很难去直接往大门拉点，但这里2个人擦肩而过了，而且还骗了一下脚印，对，被蹭了一下，不过还是能找到推击目标的。第2时间是发现了。到前方的板区就可以考虑释放一下迷失之龙了。哇，直接一个头铁过板，先拿1刀，但还好，还好是个咒术师，等于说我就故意去斩猴了。哦，非常的稳健啊，先把板子碎掉。我觉得凯莉他可能想等一个3层，然后用兴奋去挡掉，想得非常好。风速交互，哎，你看这样的话，你交一个3层后，我交这个兴奋，我就很原地废掉，是的。而且现在愿力还有66点，完全可以完成快速击倒。是的，这样的话直接补上，交一个小猴有飞轮，看怎么博弈。看这个飞轮怎么释放。哇，这一波没有交出来就有点小伤了。对，击倒节奏很快，1分08秒，并且压到了这边11的破亿。感觉求生的一个想法就是。我利用这个板区能多拖一会儿，但是没有防到这波的一个兴奋啊。对的，这波攻击给到的是魔术师。提前摇出怀表，这个淘汰进度能卡，肯定是要尽量卡一下的。他也不着急，再等怀表，大副先把人给救下来。我是不打算让你的这个咒师有26，但是是一个无伤救援啊， 2刀都空了。对，利用你后撤跃龙的一个空隙保了一个无伤救，还废掉了一个威龙。这波完全可以接受啊。哇，这里在选择交出飞轮的话，有猴26有机会拖出来啊。废掉吗？哎，但这边钻围的有点早了一些。对。如果钻的晚一点的话，可能这个龙子还真能废。毕竟这个围龙2边的一个范围还是比较难去控制这个距离的。而且这波挂野还是可以挂回11的遗产，这好歹说是第1波是一波无伤救吧。那目前来看，监管者的一个还是有优势的。对，节奏很好。交路易拆围龙，至少可以逼到2段路易，愿力足够。咒师的36，但他现在也没有道具了嘛。哦，有机会吗？感
你这个局可能还是差一些，因为没有道具的。对，哎，但是废掉了这个笼子，多拖了一会儿吧。但也没有拖出，这个话也没时间卖太久。不过这波废掉其实挺关键的，因为倒在这个点位，它挂野时间会更久一点。那等一下他就可以去考虑切一个传送，或者说我先攒一会儿愿力嘛，打一个后续开门战。角落那海密玛机的话是快要破开了。其实这把的话有很大的一个多抓面啊。是那个，是一个3连。对，是一个大船下和海边的一个3连。对，这样角落开掉。其实留给卡 K 的这个空场空间还是非常大啊。他现在的话完全不着急嘛，因为知道你这个密码机是动不了的。对，但是这个耳鸣给的很好，就是在原地站着不动，而且还是一个半血的木偶师给到这个耳鸣。这边因为魔术师刚破完双11，他应该也是很难跑过来去破1密码机的，所以他们电机都是停住了。是的，但是如果这个时候找到了走到了脸上，那就好像要给一个平地刀。对。手上满愿力，剩下2个人，密码机还是没给到压力的。我主要是你现在上大船的这个路太难上了，那暴露在监管者的一个视野里。有魔术棒，看能不能规避。而且我可以随时的去找你的大副跟木偶。对，但是被打了出来。是2个人同时给密码机压力。压力感觉现在脸上就是有很多人想打谁都可以。找一个8字，看能拿到这一刀吗？再交维龙卡位，拿出怀表。哦呦，后撤步蒙到了怀表的位置。他是直接预判你钻龙。对。那这样的话，求生者可能状态掉的有点多了。这个节奏器大概率就是一个多抓了。对，因为这边的话状态都残了，而且3台密码机离得太近了，并且进度都很少。再加上道具都被消耗差不多了，大副跟木偶师都没有道具了。等怀表结束再过来击倒大副。哎，但是这个笼子的话，他是第一时间有点钻不过来，钻到了2个龙的一个缝隙。对的，能废掉。还有第3个围龙，没什么办法，毕竟没有道具。求生的话，他们现在这个救人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啊，得让魔术师利用魔术棒或者贴过来秒救。那这边应该是也是不选择刮这个大副吧，选择把大副牵到底下的密码机。对，我要人机同手，可以把人给放下来。而且木偶师这边是没有办法再变入一了，只要把木偶师给击倒，我可以去考虑失常踹一脚。马上击倒。听到这个密码机的抖动，感觉可以先挂木偶师。对的。这样子 ACT 的求生者就会很难受了。对，而且卡维利他现在就以静制动嘛。而且人都在大船这边，他们破译完了密码机之后也很难点到门啊。是的，而且你现在大船密码机在抖，就知道你大船魔术师的方位嘛。对，虽然说挂不上大副了，但是魔术师的位置是明牌的。感觉他可以把大副牵到那边。哦，想直接往地下室里面让你摇下来，又如何？这个距离的话你又救不了人。对，还是可以击倒。这样好像没有怨。我处理的非常好啊！马上击倒。魔术师这个时候第2身上来补位，但是好在愿力续不上。但木偶师这个位置的话，他有一波交路易的机会。那好消息是木偶师这边卡到半了，然后木偶师这救下来有半格血，能变路易再费一个愿力的话，还有拉扯的空间。传下那台密码机90，卡 K 力的话也得稍微防范一下。对，得架住2台密码机，不让你的求生者上去，同时得考虑一下这个人要怎么挂了。要抢点，那感觉还得放下来再去处理一下魔术师。放下来。应该这边也是要选择一起来抢。要一起抢了。开了。要失常吗？失常可能会有点来不及，因为打击已经压好了。98了，他现在只能等愿力了。打大副，密码机直接亮。因为大副是没有自愈的，他想秒大副，然后控制大门。可以，但是有角度吗？没有打到，再抽刀，直接闪现。那这样子的话也可以守住大门。因为他就是要争3抓嘛，现在。密码机亮了，他就不好4了。求生者也不着急点大门了，他们选择一手换位，由大门去跑到小门破译，然后大船卡了一个求生者，应该是选择走一个。是的，对，这边耳鸣给的也是比较微妙嘛，卡在一个双11靠角落的位置。2个人都是选择先蹲，等你找到人，我再出来去点门，保证自己能走一个。看看有没有机会去摸一下大副吧。是的，星夜这边已经准备绕去小门了，但是感觉挂人的话，可能对于求生者来讲，他们有更多争的机会了。因为大副的话是一个1挂。
再往大门走的话是没有耳鸣的，对是大船的小叶林给的一个卡人身位，就甚至于说可能挽留结束，大副还没有飞。对，那这波没有排到大船的这个魔术师的话，甚至感觉有可能有机会能救啊。对，魔术师感觉可以直接冲过来把这个掏了，及时回头了。不好说，魔术师还有魔术棒，好像看到了吗？没看到，可以偷下来，擦肩而过，人被救了。再回头，那这样的话就不太能多抓了。对的，挽留时间只剩一个40秒了。贴过来是一个魔术棒，命愿力也不是很多，魔术师应该选择直接点大门，让这一下彻底糟糕了。如果说魔术这边能拖挽留的话，他脸上还有地窖呀。棒回避刀，这个围龙太大了，板区了。围龙太大了，他不好拿这一刀。对的，骗一下，哇，围龙废了。最后一个笼子，如果这个笼子甚至有机会能走这个地窖。但是很难啊，交月楼还行啊，差一点点。那这个反而是让 ACT 的穷者给拉扯起来。是的，哇，这千算万算没有想到开门战这把还能保平局啊！当时看到船下3台密码机海边大船跟船下的时候，两眼一黑，觉得真的很难拉扯了。但是尤其3个人都半状态的时候，对，晃又晃，他把自己晃又晃，他往前交道具，他镜头扭到后面去，对，然后让你喷。就包括说，灵活一点，对，有一些绝活的那种什么前锋，他会得了一个好模板，这样就是封一下起点密码机嘛。对，因为终点他有时候刷2台，你可能封也封不住。幻灯师在终点不太好追，就是艾维进。看一下开局，E4人直接朝着11的守门人方向去了，非常果断啊，直奔守门人而来。感觉11这边也是防范到了。60的一个轻度，对，还是稍微有点小亏的。60的话，他就不太好直接去拉点，而且身位贴的还是有点近的。这波E4人的一组本相也快好了，对，看能不能防范到这一波的一个E4的喷吧。哎呦，还是被喷到，那甚至还可以接个本体的，但是果断拿一刀吧，已经拿刀了。开局的节奏还是太快了，就感觉40多秒直接拿一刀，对于艾维来讲还是很舒服的。而且E4人可以出去寄生一拳，这样求生人电机就更少了，因为反正守护人是一个入thủ的时间嘛，他反正也寄生不了。对。本体的远古之面没有下到，就反正我打不到你，我就先找你队友呗。对，干扰一下星焰的破译。打艾维的话，确实对于球人来讲一直都是一种慢刀子炖肉的这种感觉，无形的压力，就是有个陶片在旁边，你该修还是得修。是的，所有的人都会被威慑到。这边好像是想神闪现啊，选择原地旋了一圈，然后选择下一个寄生，再把守护人给杀。是的，这样落地的话有机会喷满，不过对幻灯师这边是有这个投影投到了，也算是一个投影，然后换了一个闪现吧。弓箭手来 OB， 有没有角度？好像真有机会。哎呀，但是这差了一些，没有交出来，差了一些。因为当时幻灯师给了弓箭手一个投影的，而且这边弓箭手的这个轻视值有点过高了，可能要被秒救了。哦哟，拿到了一张状态，甚至直接开出了2级啊！他怕救不下来，也是没有选择过来救人，让病患来。但是病患这个位置也是直接暴露在监管的视野之内啊！而且这波救人压力同样很大。这个条件直接打一刀，这样的话守门人落地要吃30的一个轻视传送。对，30的一个的侵略度，他2阶落地就被秒了呀。没有什么操作空间。这把节奏完全在卡佩利手里。这样的话，因为弓箭手多掉了一个血嘛，感觉是 ACT 这边求生者应该要补一下状态了，不然后期的话全是残血了。好消息是这边的起点半场的3连没了，但坏消息是密码机总量进度还差的有点多。对，这个节奏感觉可以大胆预测一下要多抓了，因为求生者他们现在状态也很差，道具也该交的都交了。对，而且对于艾维来讲的话，你这个密码机进度它是有太多的操作空间了。而且他们这里都带了一手双博，后期拉扯如果暴露的话，很可能是后面要打一个没大心脏的阵。很危险。我还有幻灯师，他还有一个圈，能拖一些时间。现在所有人状态全部都残了。看这波能不能再去拖一下？有点困难，轻视传送落地的话就要被击倒了。
现在有个问题啊，就是外侧的几名求生他不太好打状态。对他们必须得第一时间去补。你看这边鬼板已经在摸了。对，但是鬼板这边是有个逃骗的。是，而且感觉凯莉他是察觉到了你两个人都在这里补状态，赶紧把你赶走。对，那你剩下两个人都是他的一个突破口呀，对吧？密码机现在基本上是差一整台的一个状况。但是有2个半状态，甚至于说闪现马上转好。是的，这边是没有轻质传送了，所以提前一速本上下一下。对的。而对于伊森来讲的话，他也必须赶快交道具拉开距离。再干扰一下张鹏。对。那下一波的一个轻质传送好了之后，可以直接去秒弓箭手啊。而且闪现已经准备就绪了。本体驱赶一下伊森，他想利用追猎先会能闪开啊！闪开一刀，然后让你弓箭手也不敢修，再慢慢的模拟病患道具。2阶威慑一个人，闪现开刀有50多的一个侵蚀度，还能继续追。等你这个内置 CD 结束之后再去秒病患也是可以的。这边招伊斯人的话，在本体掉到起点压迫一下密码机。他这样的话把自己的2阶给用掉了，可能会有点小亏。可能还是想就慢慢拖闪，拖下一个闪。是的。是温水煮青蛙嘛，慢慢去消耗求者的一个状态。不一样的点就是弓箭和幻灯和这边病患是没有携带红光返照的。对，这样喷2口，还好弓箭的话，它现在也是一个满道具，而且飞人在手上。进到前面的板区的话，可以再牵制一下。但是现在一旦有一个求生者被击倒了的话，那对于监管来讲就是一个多抓了。所以现在3个人都是在走钢丝，谁也不能倒，谁也不能掉。对，而且现在的2阶轻质传送也好了，提前交出窗弹，避免被架扁。把魂收回来，好像是想杀一手更杀心了。对，他现在还有2阶在手上嘛，一直都没有交。闪现的一个冷却也是拖到只剩70秒。那进到前面的话，能不能寻求一个楼梯的高地差去防一下这个2阶的轻质传送？而且要注意密码机其实已经收到80了。但是如果再不击倒的话，求者就能压好，给一个人投影，这样的话不会第一时间被晕住。这样的话密码机应该能够开了。对的。不过病患也是没有回光返照的，所以这一波的话，不管怎么样都会倒地。而且也压迫到了这边起点门嘛。觉得话3抓还是很大概率的，因为这个门不好开，但他伊斯人没有选择往前掉，伊斯人去掉到手中点了，他想去争4抓，对，想争4抓。哇，这个有点太拼了。伊斯人掉过去的话，这个门可能会比较极限，开不完。脸上的幻灯师确实是不敢开门的，但是他可以选择卖自己保护。现在如果再控伊斯人就来回切的话，那个门就要开完了。对啊，这个门马上就要亮了。而幻灯师的话，他自己还有一些操作空间。出门那边幻灯师的位置是直接坐车到了3站，没错。但是这里好像闪现应该是好了的，但是他是有个幻灯片的，有操作空间，有机会能走。看有没有机会走。防一下闪现。灯片往前拉，但这个持续时间太短了。身位好像不太够走。可以直接闪现去击倒，想防一下飞轮，一个续刀拿下，还是一个3抓。3抓。哇，这里还是比较可惜啊，感觉小夜明没有利用到弹射。因为这里有一个窗台嘛，他应该是往右边走去进行一个窗台，感觉就可以让监管者这里闪不到他。交出这个窗台的话，大概率身位就可以走到门旁边。技术落地之后，这个身位确实没有第一时间拉开会比较亏。如果说他技术落地能直接弹射，克制台球的。对，而且他们肯定是有认真去研究过、分析过你这边 ACT，针灸他常用的2手角色嘛。那一手艾维我给你搬掉，然后呢，你个台球手，你最怕什么？你就怕 OB 位，对吧？我2手的一个 OB 位，这样。这个悬点的话，可能也是觉得求生者会把好追的人放在桥上吧，但是没想到还是一个佣兵。还好台球这个角色也不太挑选点啊，因为他肯定是要前期对。好，那他这把的一个带法可以说是剑走偏锋了，有点太拼了。巡视者，而且没有带板流，追求的就是一个极致的前期啊。因为好像看样子的话是想追击一个终点站，然后打一个终点站的3连啊。哦，是有这个想法的，而且他现在也是朝小何家的方向去的。他这套打法其实我们不是第一次见了，但是之前那一把拿出来的话，效果是没出来。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这边他耳鸣一直是佣兵给的，而小何家已经偷偷摸摸的快溜去起点了，这边没有点找不到人。对，因为他前期驱赶佣兵的时间太长了，这边小何家是通过地图边缘直接摸到了起点那边。对，那如果再过来去抓一下
佣兵的话，节奏感觉也不是特别好。而且佣兵是有3个护腕的，可能走路先逼个护腕，然后卡视野直接放狗。就算不好追也得硬补追了。现在。对的。2个护腕直接拉开，感觉他还是非常有费到这个狗，这拍双反，这个点还真的不太好找到了，坏了，这个技能可能要空。哇，好像不太能咬，再加上佣兵有一个招呼 buff， 哇，太有经验了，塔克狗直接给狗卡掉了。他护腕非常果断，你只要交狗那一瞬间他就弹护腕，然后马上过来拍双板。对，防到你带狗这个天赋了。是的，3个护腕直接弹开。那现在1分半的一个时间，现在是还是一个满状态的佣兵啊！而且这个交互点进完之后，还可以进到下一个交互点。对，加上你的一个技能一暴露，那外面的弓箭跟……哦呦，不太敢翻。对，小说是有角度去操作的。开出了张狂，这边主球解锁，看能不能快速终结吧。对，也是非常求稳。其实刚才那个角度也是有机会翻下去，但是不太敢。还是求稳了。对。这样把他抓到，那是拿到这一刀。对，但是对于真真9来说有个问题，就是如果真的是后期弓箭手来 OB 的话，你每次杀下来一次佣兵，他就会有个小活命。对，就等于说我是一个这个被动模式。对，打我一刀，反正小莫扛几刀，我就往这个角落里一躺。是。那我这边我觉得对于真真9来说，唯一的好节奏就是这边中间有个3连。进行一个后期，因为他带的是底牌嘛，说不定还有一点奇招。哎，对，是。虽然说咱们追击的一个节奏不太好，但是密码机能先站住。小波层云。哦，这样的话一个层云过来也是能稳救的。再牵引一下主球。在以前的这个主球时间还是比较短。震慑吗？怎么说？哦呦，非常惊险。稳住了磨皮，他这波救人非常惊险啊。对，非常关键的一波救援。这波佣兵也是赶紧，但是。这里是上错那个线了，他那个线是只有1秒钟。哎，想再站出来牵制一下。对，但没有道具的佣兵还是比较难的。知道，那最后一台密码机起的是狮子龙那一台啊，是有一点拉扯空间的。但现在刚修啊，而且我可以把人挂在终点，再去慢慢的回退你的密码机进度。对，这个好像小说家来救一波，因为弓箭手那边密码机马上就要破1完了，就要马上要打一个 OB 了。对，现在最关键的还是靠 OB 位去拖时间，只要 OB 位把这个时间拖出来的话，那密码机还可以够。选取者想不让小说家救人，但是这个救人不会有太大压力啊。上木马不让你咬。对呢，哇，不得不说 RC 的求生者他们太会对抗这一手巡视者了，而且上马第一刻直接换位，这样能抓吗？没抓到，抓的是佣兵，掏了下来。这样佣兵的话是被移到了墙的另外一个。对，而且弓箭手也赶到了。这里密码机已经70了。感觉甚至他不是核心剑，而且他是一个没一刀的呀。对，主要是什么？狮龙在密码机没有线，他不回退呀。对，而且你现在赶过去，这个回退的时间真的来得及吗？有点难。这边抢手，还好底牌没有暴露，所以说求生者现在还以为你有挽留。但是强风掉了。那现在有没有点机会？有一点点拉扯空间了，有拉扯空间了。你别说，因为求生者他们不知道有信息差，不然的话这波肯定说什么我都强开了。对，对吧？哪怕有个人打倒给你，或者2个人都倒了也无所谓。他们上帝视角是不知道没有携带挽留。对对对，这个底牌现在藏在手里的话，可能是他的一个绝招啊，是有机会去切一个。真的是个杀招。对。但是另外一端也在也在回状态了。核心剑在。哇，尿着熟练度，射晕再给秘弩补扛一刀没。保自己满状态还能救人，但是同样这台密码机也是被占住了。对他稳稳无伤救，然后佣兵过来可以开个化险为夷。应该求生者这里选择没有开最后一台，应该是要选择强开脸上这台密码机了，选择让佣兵开个搏命。哎，但他这样他是有底牌的呀。对于真9来讲是有，对，他是有底牌的，起码说平局机会是有的。他有主球加上底牌的一个操作，真的是有机会去先淘汰一个的。现在真真9的机会还真的是有一些了。就看这波怎么处理了，给一个主球。骗走位，但是这边没上当，然后弓箭手现在又过来进行一个 OB 了。这个闪感觉是不行，对，不能接上，得考虑用主球击倒，因为没有主球的话还是比较勉强。他这把要
切的话，一定是能保证自己能减员才会去切。那边旋转木马已经让小何家偷偷摸摸破译到40多的进度。是的，现在他唯一的好消息就是还有一些击球点。这个时候去拉扯的话，这边小何家倒是没有道具的，看能不能快速击到。但求生者他们补状态的东西太多了，弓箭手跟另外一边已经在摸了。对，反而是求生者这边比较愿意见到嘛。是的，上挂飞的人走了出去。真正者这里没有击球点了，应该也不是很好击杀这个佣兵了。对，而且佣兵还有半根针可以稍微补一下自己的状态啊。那边2个人都可以磨好。气象应该也能闪现，但是抓住一波机会，但弓箭手就在脸上。是可以进行一个 OB 的，哎，没防，核心剑还是一个交互剑，还是交互，并且自己也翻了过去，哇，还把关键的底牌给交出去了。这一手弓箭手神了，我只能说，我觉得已经有点击碎了这个监管者多抓，甚至于说保平的一个机会了。对，因为对于真九来讲，他没有挽留，他唯一的机会就是先把这个佣兵减员，然后再去拉扯。但是这一剑可以说是把他所有的一个后期全部打碎了。这样的话给小国家来一刀，但那边很安稳的一个破译，而且知道你有底牌张狂之后，求生者现在可以彻底露出他们的獠牙。对，只要说密码机我可以开掉，我就直接开。是的。RXZ 这里的求生者也不着急啊，他就知道，因为你把闪现也交了嘛，我一点压力没有，我就慢慢的拖小说家的资源，然后甚至还新开了一台面板机。没错。这样的话，我就不停的让满状态的人来给压力，然后外面你被你打倒打残的人就可以一直补状态。飞轮躲了一刀，再交出自己的反弹。是的，可以稍微延缓一下持刀。就算打一刀也是半状态嘛，对外边又能补状态了。这个东西它就有点像恶性循环了嘛，对于监控者来讲。不过酿这边是没有携带弧光返照的。是的，所以他可能自身得注意一下。然后还想过来找一下阿豆，但是意义不大，而且阿豆这边也吸出了下一本隐喻了呀。这个换位还能打板，我的天！反而是求生者这边考虑自己要想跑几个的一个时候。对，而且你看这个密码机真的不太能控得住了。他们甚至于说我在后期是可以，对吧？保3争4，是有这个角度的。打一刀弓箭手，那边的密码机也可以压好，一台80，一台90嘛。对，那旋转木马那台密码机已经来到了一个90多的进度。要打一下，知道你没一刀直接开了。对的。这边弓箭手也无所谓，反正但是挂位主要是一个挂飞。能不能抓住这波机会？感觉应该是针对一下气象留一个了。如果是这里再选择空场的话，很容易被翻了过去。可惜这个主轴他没有牵引到。对，不过没有关系啊，这个位置闪现也好了，直接闪现击倒。那边酿还在地上。小说家把门点开，可能会有一些找一下弓箭手吧。对，看这波能不能拦截到酿。我看能不能找到弓箭手。对，如果找到弓箭手，还是有机会能够平局的。是的。而且地窖的位置是在旋转木马附近嘛，感觉应该是看到了，脚也漏了。那现在没有飞轮，监控者也没有闪现，两个人的话不太多。对的，都要去博弈。小说家要不要过来直接去帮忙辅助一下呢？是可以的，这边的话是没有挽留嘛。不是他得去站到这个监管者的对面啊，他不能站后面啊。他现在隐喻还没到，他得先把这个隐喻给吸出来，对，然后再站到监管者背面。可能说也有一个比较的角度，但是不太好走。我还想挡到了，这刀没挡到，难道还可以平局？因为这边求生者他们也不太好去救人了，没有画圆。对。那这样的话，选择直接走保平，对于 ACT 来讲也算是一个及时止损啊。是5比3的比分，肯定是要比6比2的比分要更好嘛。不过RXZ这边也是率先的拿到了一局大分，等于说也是先拿到一个突破。难解的一个问题，而且左边的话，除了邮差的救人性的话，其他角色很难贴到椅子面前啊。是，哎，这几个角色，先问，觉得你会追谁呀？我，我如果我追逃脱，对，我也追逃脱。逃脱出场这个人，大家看了一下是勘探员，看看他这把的一个追击思路了，应该还是左拐吧，左拐或者右拐。感觉应该也是要往左边靠一下，因为要给那个逃脱大师一点压力嘛，不然他修得很舒服。左拐就是看一下开局，先驱赶一下勘探员的破译吧。
他这个走位好像有点偏左边哦，好像真想去追。要来了，大师搞头大师了。先来一手声东击西，但是11这里跟上把的那个小说家一样啊，很像啊，已经躲起来了，知道你要来追我。他这个肯定杀意感知了，对吧？那觉得你这个邦邦不对劲儿啊，选这里就想招。但是好像意识到了拉点的方位啊。第二时间是往木屋排了一下，看能不能找到了。但这个点位其实相较于3连来说很好控制了。已经主动去交迷烟炉了。哎，但是这里，卡利亚视野还是被看到了。那利用一个出迷烟炉的小加速，看能不能拉波点。但感觉的话，这个距离是拉不太开的，而且因为没有带弹射，那只能在脸上去玩窗。这样的话应该是要吃一个炸到了一下。这边有可能要被秒了。下个迷烟炉不好交啊，贴的太近。直接给的话脸贴脸，小心吃雷啊。前面的话是一个，猜赶紧放狗，哎呦还好啊，会有个护盾，不过还是被雷炸到了一下。这个移形可以考虑直接交。这样的话，好像等会迷烟炉可以考虑交移形。爆点的话，一个移形就要击倒了。对，对，那个移形把你堵住。那这样的话也是很聪明的回去想翻窗。哎，在他翻窗的时候打他，而且炸到了。对对对，他这波2连雷，故意卡你这个被动的位移。而且这边有地下室啊，他如果挂地下室的话，小破大师的被动。反正他挂地下室的话，基本上就是一个保平。这可以挂，因为就差这点路嘛。他的目标就是保平。他们这把是选择让邮差去带一个化险为夷，我觉得还是比较激进的。但是哇，他这边也通缉到了邮差刚好是那个救人，而且邮差这边飞轮也交过了，刚才那波扛刀了。这个人应该不是很好救，应该想让勘探员来卡着了。他下不来了。最好这个阵容还是得让陶大师带一点牵制天赋的。对，如果说有个窗弹射的话，其实这波可以牵制的更久。他开局就可以拉很远的点，但是可以窗弹出去找到勘探员的帮忙了。对，这一下的话就比较尴尬了。这个人感觉直接卖掉的话也是比较伤啊。还好邦邦没有塞很多的雷啊，这个炸只扎了一点点。对，而且有个风险，就是邮差和这边的囚徒他是没有携带后空反照的，你2手节奏绝对不能续得太快。对于姜日来讲，反正他这局已经是比较稳的一个节奏了，而且他平位是赚的，他带挽留了，他有一个后期的。对，现在他就看能不能去争3了，不能争3的话也没有关系，对吧？我先保证我手上有一个人就行了，直接给2个5秒雷，3个5秒雷。囚徒这里起追的话，好像起6的话好像不是很好啊，身位不太好。过一个飞轮，过了爆家，还能打。哦哟，太敢翻了！这个刀感觉都已经。说实话，我已经感觉看到那4个贴到囚徒的毛孔，我也感觉，哎，这里有踢的手鞋，但是而且没炸到，那儿躲炸，这也可以吗？我心也神了，还把外斯的密码机给连了一下。哇，他这波可能就想着我可以死，但是密码机一定要分配的对，因为反正也牵制不了多久。再垫一下还能拉开距离。他这个囚徒，说实话，我真学到了，但是我学到了，我学不会，学不会，说实话。我学了，但是我也不敢。他真的是把这波所有的牵制收益打到最大化了。对，这边的话，密码机应该有一脚啊，没有，这样还能 OB 一波，再给一个磁铁，还真有，这台是71的那台机。对他如果要一脚时长踹了的话，就打这一波手椅，感觉可以啊。手椅的话，哇，哎，这边还在控词，勘探这一波 OB 的拖的时间很久啊。是的。哦，3连雷没有杀到，有了，磁铁还能有效，还可以 OB 一下，还在控词，但是时间过去了，还是没伤到，只能拖红毯那台。对他如果说这波没有控词一个大吸的话，感觉这个人还能活。而且这波救人压力很大，但是邦邦手上没很多雷了，看这波是不是个机会？没有杀到，手上雷不多了，还有飞轮，这边有个飞轮直接掏的机会啊，直接弹开，直接掏，把人弹开无伤，甚至一炸都没有吃，对，一滴血都没有掉啊。完美救援，还给了一个2次牵制空间。星夜跟小夜明都在狂秀，不过这个雷很秀啊。是。那感觉这一波应该是选择不救了。电也是极限的续出来啊。对，因为他这个人倒地也没有很反照嘛。来接一个窗弹射，这边勘探又来了，都能保活。勘探员感觉可以帮手动封下窗。招一行打终结。定时双走，那这边要不直接开了？对对，感觉得开，因为不开的话呢，你再救一波，这个人太容易被针对了。但是好像对没有直接开，想再救一波，但是所有人都在这个门，反而感觉那他们可能是想会了呀。对，可能是想拖一个囚徒的飞轮吧。主要是监管者他刚交过移形，直接开是可以的。是的。
哦，想让邮差去开一波化险为夷，但邮差这里没有大心脏啊。对，他这个救人压力也太大了吧？哦，他们还是想让勘探员过来救人。那再来，邮差这边开了一来了，这个时候再回去亮密码器。第二时间去压哇，但是飞轮极限躲了雷，还骗到了卡克利。对的，3连雷还是炸到了。那这边的话看邦邦想不想争吧？好像想争啊，不想直接的跟你保平啊。对他再拖一会儿，他的下一个移形就出来了嘛。这边因为求生者刚才那波救援也是没有什么道具了。对，而且2个人的天赋也都是名牌。前面这个窗户应该可以翻，直接交了飞轮。看勘探员这个板间的博弈了呀，不太好，雷不多了，较偏向于一个小短板。头铁，板。但是2块比较能把球头给拖起来啊！这里有一个定型摇雷，对，摇到。大门离球头很近啊。对，应该是个3抓了，还能看到位置，那就有点尴尬了。这个时候得赶紧起。那这样的话，球头得溜得非常久啊，因为手里的移形马上好了。得再反拖勘探员那个姿势了，强电流，再交出反弹。雷了，这里的话没有飞轮，压倒了，没有炸倒了。对。那这边的话好像是要一个3抓了，而且邮差出坏了。对，有一波有底牌的，有个甚至可以。对，就是不让你看，不让你先压迫，对，先压迫，然后对，等你真的到门口附近了，我这有直接一手移形下去来了，争一个4了，哇！哎呦，感觉这波邮差，但是好像移的位置有点歪了，没有移到脸上。但是不能让身位再回去。他想通过远程炸雷去先打状态。他如果交移形回去的话，那邮差就直接走出门了。看他想再犹豫抓还是结束抓了？对。那应该是他这边应该是在等看他。要不就回去吧，回去他一个3。这个雷炸开，但是他的位置有点远啊，一时间拉回来。对，这边有一条狗，有飞轮，有狗，看能不能咬中，咬中就能走。应该能走。哎，没咬中，咬中了吗？要先拉回来，咬中了，哇，还行，有惊无险啊。差一点啊，这个狗没咬中就是一个4抓了呀。这把如果4抓的话，就直接结束了。对，现在的话，好歹 ACT 走了一个，那么还有一个什么4抓难去操作的。确实，这个思路确实挺好。是这样，因为你盾刚消的时候，飞轮才刚好。对，所以你那个飞轮是不一定能消掉我第一波的一个球。对。那这样的话，我只要第2波上到有1阶的一个解锁，就算你带了飞轮，其实你也溜不动。原地它毕竟它是的话，前期追空军的话也可以。对的话，只要前期把他的枪快一点逼出来的话，感觉轩笑还是挺好追空军。或者他先追一会儿这个中场，对吧？到中场走过来，刚好原地队也差不多小。好，也是先把空军赶一赶。这里空军话带的是个双飞嘛，感觉追击的话，好像直接进步要蹲了。但是有脚印，好像这个脚印还没有彻底消掉呢。身位贴近的话，有好像没有看到啊。那个耳鸣，这个第一时间交双重惊喜来排还行。有机会上双球吗？只上到了一颗焰威。那其实那样这波也赚了呀，他等于说利用一波进步去废掉你了一段双重惊喜。对。但是空军好像这里牵制没有往队友旁边牵制的话，这个时长不是很能用得出来，可能会闷在手里，不好交。而且他是双弹飞轮带一把枪，因为你如果追击一直不交技能的话，我大概率会猜到你带。而且他这个弹射利用率真的很高啊。是的，这里要准备开枪了，应该。哇，没有上到，还空了，这开始哇预判枪。那第2段双重惊喜的话，能来得及再给。感觉又被废掉了，盲蒙一个，没有到。红汤是锁住了。但是他没有上到别的，这样的话弹射又好了，对，板弹又好了，已经1分钟出头了。加狩猎本能，那一刀还没有拿到，手里还有个飞轮啊。哎呦，这波想反绕，但是那样是直接绕到了小门去了。对，弹射又要好了，他等下又能借一个双弹。而且他现在是有飞轮的。哎，这波球没上到的话，感觉可惜没有上到双球，只上到一个单球。空军翻窗太快了。这样的话又废掉一个双重惊喜啊！这样的话失常应该是用不出来了。3台密码器都要破1好。这一把的一个4抓面等于说是无限接近于0了，因为这边还没有携带挽留嘛，所以说真的不是很难去拿多抓了。对，看手影能不能打一个救不下来吧，手影救不下来。一个还放歪了，终于是上到了第2颗球。还得防一下，让这边会有飞轮。他这个伤皇要自然解锁了呀。那没办法，因为前期拉点确实拉得太晚。对，开局2分钟嘛。得先用焰火舞台封一下，然后再绕上线。打一刀，这样再借一个窗弹，等一下还能再借板弹。对。哎，这个窗弹是没有用出来，还有飞轮的，还可以进行拉点。对的。看这个飞轮能不能
哎呦，又被扭了，还省下来了飞轮，这波再接一个窗弹，而且直接往小队里面去倒，不让这个点完全干扰不到外侧密码机，已经3台半4台了，我感觉酿的一个牵制确实太稳了。空中飞人过来，他今天的一个牵制依旧是一个高水准，还可以把飞轮稍微省一下，藏一下自己的一个天赋。这样的话，甚至压满就地级就能点亮。他直接卡半，卡半都够了，密码机压好了。他的化险为夷，看门家还有一个化险为夷，他跑一个不救都行了。想强行挂过去，就是要踹这脚时长。但是摇下来，哇，人家距离实在太远了。他空军应该是舍弃了，他带了求生意志3假寐嘛，最后带了3摇。但是那边密码机要通电了，等你挂回来就已经亮了，应该是可以直接亮了，应该是直接开了。坏了，这下真的有点拔剑四顾心茫然，门都已经贴好了，真的有点不知道该干嘛了。现在密码机直接开，园丁在脸上直接跟你爆了，跑一个就可以了。对，没挽留，满状态我随便就开化险为夷啊！园丁还能起个盾救人。是的，翻过来。这样人掏下来的话还能叠盾，还不能秒园丁。防一下双倒。那这个时候的话门已经开了，没有任何的办法。这把还是太偏向于前期了，前期必须要迅速去拿到一波节奏才行。对，但是他也只能这样打，因为他必须相信自己的一个双方惊喜精准度嘛。对，只能说在前期没有快速击倒，反而让酿给牵制起来了，就比较可惜。传送过来小门是酿的空局，看能保一个平吧。有机会能保一个平，看那边一个是治疗速度吧，地窖是在一个4号机的。是的。反正你没有挽留，我这边求生者随便出来啊，都是满状态。就算我再过来卡一波空军也可以。而且飞行是有悬停的，他甚至有机会能掏下这个门。是的，你看野人的话，等下直接上猪，你根本就拿他没有办法。对，通缉的园丁，直接上猪过来卡人。如果说你管这边那个野人呢，我随时都可以走。对，管的话呢又不行，还能偷下来。把人给救了，因为空军它自带一个耐坐嘛。而且他甚至管这边的园丁的话，那边园丁是对，能救那边还能开门，而且园丁现在还有搏命，飞机这里还有搏命救园丁。对，而且园丁他还能叠盾啊。但是好像惊喜想直接扛到门里吗？我被打到了，糟了。那应该是没角度了，直接完成一个4炮局啊！4炮，这把空军的牵制确实完美，他那个弹射利用率实在太高了。对，就酿他的一个状态太好了，也是恭喜 X 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没错，哇，今天的发挥真的是拉满。哎，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一个今日赛果。那今天一共是4场比赛啊，也是打得非常的满啊，都打了3场。第一场是泽塔和 TE， 最终是 TE 获得胜利；第2场是朱雀和狼队，最终是朱雀获得胜利；第3场是 RC 和 B4U， 最终是 RC 获得胜利；最后一场是 Axis 和 ACT， 是 Axis 获得胜利。没错。是更期待明天的一个对决了。来看一下我们的淘汰赛晋级图。那么目前呢，现在我们的12强晋级的队伍已经出来了。左边上半场是 FL 和 TE， 然后左边下半场是北京 WBG 和朱雀，右边上半场是 G2 和 RC， 右边下半场是 MRC 和 Axis。没错，那么后面他们要将要进行的就是8强之间的一个对抗。是，来看我们的明日赛程。那第一场的话是樊安路对阵 TE 速，第2场是北京 WBG 对阵朱雀。是的，来到我们的 BO5赛制啊，肯定会有所不同。是的，中间的话还会穿插一下我们的年度颁奖，让我们的选手能稍微去休息一下、调整，也是可以期待一下。